爹替我说过一句话嘛，两个哥哥怕家庭不和谐，我就成了那个牺牲品。娘，您就当我冻死在牛棚里了吧。程母愣在那里，眼睛盯着大舅妈，好像有些无法接受。这一次女儿的心彻底伤透了吧？事情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？而包金花和田小娥看着老萧家一家人黑着脸拉开了架势，门口还站着萧家的姑爷，两个人见占不着便宜，就准备开溜了。程飞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要到公社去告你不赡养老人，你就等着公社来抓你吧。两个人放了句狠话，转身灰溜溜的出门走了，自己的婆婆都不管了。娘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维护纵容的儿媳妇，你也回去吧。老太太程母默默起了身，一言不发的也跟着出去了。我真是太幸运了，重生成了自带系统的婴儿，来到了吃不饱饭的年代。今天初四，小姑收拾好行李，就等着回县城工作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去送小妹，然后把钱给你姐夫送过去。好嘞，娘。不知道刘刚会不会来见我呢？哎呀，有点害羞了。奶奶，钱留着家里用，让爹和二叔背2头野猪肉去。哈哈哈，好啊，福宝，2头野猪足够定工作了。奶奶刘桂枝一把抱起了我，在我脸蛋上亲了一口。咱老沈家真是多亏了金丝丝了，啥事都想得周到。奶奶，一家人不客气。我进入空间弄晕2头野猪，然后放了出来。我爹和二叔麻利的把野猪捆了起来，即刻就开始收拾，心里都在暗自高兴，因为老沈家有3个工人了，不多为野猪分割好。临出门，爷爷又叮嘱道：二柱、三江，你们到了工作单位机灵点，眼里要有活，该散言散言，该请客就请客，尽快的融入到集体中去。爷爷沈满仓有些不放心，一遍一遍的嘱咐着2个儿子：爹，我们知道了。当家的，你那是老一套，到现在还管用吗？怎么不管用？人家领导不管啥时候都喜欢勤快的人，听我的准没错。好好好，听你的。爹和二叔来黑市卖猪肉，小姑就先去了大姐家。哎呀呀呀，我的亲哥哥哟，可是把你们盼来了，猪肉销路好的不得了，咋的到现在才来急死我了？对不住了，郭大哥，年前没时间打猎，这不刚过完年，就把肉给你送过来了。对，年前忙着呢。郭老大，过来看看肉吧。这还看啥？一看就是新鲜的，开始过秤吧。对了，郭大哥，给我留几斤，等下要串个亲戚。好嘞，没问题。郭老大叫来2个兄弟开始过秤，一共470斤，卖了846块。接着爹跟郭老大客气了几句，就背上背篓离开了黑市。大姐，高文今天这么老实吗？人都不出来了。唉，你那外甥暑假作业全没做，被我揍了一顿，这会在里屋写作业呢。哈哈哈，高文是真顽皮，等会我去看看他。对了，大姐夫，我们把钱带来了，下午能带我们找一下转让工作名额的老师傅们吗？行啊，下午我们就去，把该办的都给办了。大姐夫，娘交代说最好租个小院子，这附近有出租的吗？还真有，隔壁胡同有一进大院子，听说主家要出租，现在是个亲戚在帮忙打理，这个院子全家都能轻松住下。那行，大姐夫，咱办完事情就去看看。第一站先来到机械厂秦师傅家。哎呦，高主任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您客气了，秦师傅，七弟的工作我必须重视啊！哈哈哈，行，我随时配合转让工作。那就麻烦秦师傅了。哎，客气了，我是年纪大了，退休享福算了，这年头当个工人比啥都强。对，哈哈，我的愿望就是当个光荣的工人。接着爹当面给了定金，这件事就算是办好了。那个年代也不用签什么合同，人与人之间都很讲信用。接着让二叔先回家，大姑父带着我爹去找食品公司的彭岩，不过却有点小意外发生。高飞同志，沈三江同志，有些话我要说在前面，这个工作岗位可能有些麻烦。是什么麻烦呢？是这样的，去年我被调到了县里，而我爱人在市里既要上班，又要照顾孩子，忙不过来。现在市里工作我托关系找好了，所以才想把这工作转让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就那有什么麻烦啊？因为副经理吴德动了歪心思，他想用100块买我的岗位，安排他小舅子来盯岗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顶了你的岗，这个副经理很有可能给我穿小鞋，对吗？是的，所以我跟你解释清楚。三弟，要不算了吧，还没上班就得罪领导，你以后怎么发展？大姐夫，我觉得可以试试，我想帮咱大队的父老乡亲。我爹没有被困难吓退，反而是两眼放光，情绪高昂。行啊，三弟，既然你这么有兴趣，那就试试看吧。三江同志，你还没上班就想着帮助农民兄弟，我相信你能把这份工作做好。公司还有前经理和郭副经理，不是吴德能一手遮天的。3人聊到这里，也抛开了顾虑，爹把300块钱交给了彭岩，这个事就算是完结了。三江同志，我相信你会特别出色，也能够真正帮到农民兄弟。谢谢同志信任。二弟、三弟，工作都定好了吗？都定好了，大姐，很顺利。接下来去看院子吧。爹特意交代姑父，先不要说食品公司的事，免得家人担心还帮不上忙。好啊，正好小妹也在，咱一起去看。您好。王老太一脸傲娇的带着一行人踏进了院子，里面打扫的纤尘不染。院子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几位可还满意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
我做梦都没梦到过这么好的宅子。二叔咽了一口唾沫，满脸兴奋地说道：“这间大宅子我们挺满意，不知道主家打算租多少钱？但如果是租的话，前后2进院子有2个厨房，但不允许私搭乱建。大娘，只有我们一家住进来，2个厨房足够用，不会破坏院子的格局。那感情好，你们家人多，住着刚好，这也是缘分啊。”王老太听到爹的解释，也很高兴，总算是没辜负亲戚的信任。大娘，那租金是多少？这院子卖吗？租的话1个月租金10块，买的话一口价20根大黄鱼。我滴个亲娘，20根大黄鱼，咱老沈家一辈子也拿不出来。买是买不起了，租金倒是挺合理。王大娘，那这宅子我们租了。随后爹交租金给王大娘，这间阔气的大院子就暂时是爹和二叔在县城的家了。爹，工作都定下了，3天后去报到。我们打算明天就去，早点熟悉一下环境和同事。好，早点去好。既然当上了工人，就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，争取做出成绩。爷爷沈满仓激动的嘴唇都在发抖。老婆子，让儿媳妇晚上做几个好菜，我要跟孩子们好好喝一杯。知道了，当家的还得多亏有了福宝，咱家每一顿饭都比以前过年吃的还要好。娘和二婶转身就进了厨房，开始忙碌了起来。俗话说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娘和二婶想到自己的男人以后就是光荣的工人，顿时心中就好像有一团烈火，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。爹娘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租了1进大宅子，前后2进院，正房2房齐全。这套大宅子啊，真是太漂亮了。老二，这么好的院子租金不便宜吧？不便宜，1个月10块，一次要交50块呢。爷爷奶奶听了倒吸一口凉气，1个月10块，眼下农村1年的结余也才50块。哎呀，这可真心不便宜。倒霉的我又重生了，空间有黄金却不能用，因为我是个1岁小孩子。福宝，那个宅子主家只要黄金，一口价20根大黄鱼，吓得我没敢搭话了。空间不缺金条，但是按老沈家现在的情况，可经不起大队的调查。爷爷奶奶，爹，等福宝长大，咱就把宅子买下来。咱老沈家的福星，金孙孙说什么奶奶都信。对，咱福宝说买，肯定就能买。肯定能买。娘，饭好了，大家吃饭吧。中午饭气氛很热烈，爷爷沈满仓特别高兴，一边和2个儿子喝酒，一边回忆以前的苦日子。当年幸好老婆子不嫌弃我，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。原来爷爷13岁父母双亡，留下了他和二弟沈满屯，多亏大队邻居的帮衬，才跌跌撞撞的把二弟养大，直到遇见了奶奶刘桂芝，没嫌弃老沈家一贫如洗，不顾家里反对嫁给了爷爷。自此后，爷爷开始拼命种地，农闲时去粮店里扛大包。奶奶刘桂芝也生下了3个儿女，2人吃了所有能吃的苦，换来如今的子孙满堂。老婆子，咱俩喝一个，咱们停下脚步，把老沈家担子交给他们兄弟了。奶奶刘桂芝端起酒碗，脸色羞红的抿了一口，不敢直视儿子和儿媳妇的目光。你个老头子，孩子们都看着呢，弄得我老脸都红了。爹娘，你们辛苦了一辈子，以后就歇着吧，以后我和二哥来养家。好呀，爷爷奶奶可以天天陪福宝了。先猥琐发育，等长大了，势必要带老沈家致富。好，奶奶把金孙孙拴在裤腰上。切，我给你和二叔准备了新被褥，明天带去县城吧。小福宝，这又是老神仙给的吗？是呀，娘，老神仙给的。吃的就不带了，留在家里吃，我们到了县城可以买。爹，你们下个月才会发肉票粮票呢，你们只管带走，家里有福宝呢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好，爹听福宝的。福宝，你把老神仙的东西给了我们，老神仙不能生你气吧？奶的金孙孙，你让老神仙把东西收回去，大男人盖就被子没事，可不能影响了咱家福宝。奶奶，老神仙同意的，老神仙希望我的家人过得好。多弥陀佛，那真得感谢老神仙的疼爱啊。紧接着奶奶又开始了各种祷告，各种感谢。爹和二叔高兴地把东西装进背篓，就等着明天天亮开启他们的人生新篇章。晚上娘烧了一大锅的热水，和二婶各自打了一盆端着回屋，两人同时做了同一件事，就是给自己男人洗脚。哎呀呀呀，娃他娘，这水也太烫了。当家的你不懂，水烫才舒服呢。对呀，娘，多烫下爹的大猪蹄。你个小淘气，等你爹洗完，娘也给你洗。不要，爹的脚丫子好臭。第二天早上，一家人就早早起床，目送爹和二叔去县城。老二老三家里有爹娘，不用担心，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，你们兄弟俩要团结啊。爹娘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会经常回来的。这是600块钱，你们拿着应急用。娘，不用的，福宝把东西都给齐了，用不上你们留着。哎，还是福宝想的周到。老婶子，真羡慕您老沈家啊，一家出了3个工人。老憨叔，您说笑了，这都是孩子们的福气。是啊，这几个孩子是有福之人，时候不早了，三江，咱赶路吧。哎，好，咱走老憨叔。当家的，昨晚说的话，你可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媳妇，在家好好孝顺爹娘。哎，
我会的。傻闺女，哭啥呢？这是好事啊！娘，我不是哭，是高兴的掉眼泪了。爹和二叔到了县城，把600块钱交给了王老太。王老太确认无误后，把钥匙交给了俩兄弟。二哥，你先收拾着，我去供销社买些油盐酱醋，咱以后也算是安家了，不能天天在大姐家吃饭。对，你去吧，缺什么直接买。哦，这人伸个脖子就像农村的大鹅，应该就是小妹的对象了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门院子租下了，我来买些油盐酱醋，今天中午回院子吃饭，一会让大姐也过去。好呀，三哥，那等下我尝尝你的手艺。对了，小妹，外边那个大鹅就是你说的同志吧？我爹故意贱兮兮地问小姑。三哥，哪有什么大鹅呀？爹手朝外指了指刘刚。三哥，你怎么这么坏？你还别说，他那样子还真像个呆头鹅。叔叔同志，你是在等沈娟吗？刘刚一惊，瞬间把伸长的脖子缩了回去。您是什么人？我好像不认识你啊。我是他三哥，我叫沈三江。嘿嘿，三哥啊，我就是路过。那什么，您忙着，我就先走了。刘刚瞬间有一种写情书被老师抓到的窘迫感，脸色通红，脚下迈着小碎步，随时准备开溜。哦，你还有事啊？正打算叫你去家里吃饭呢，您忙的话就改天吧。那个三哥，其实也没啥事，中午一起吃个饭也不耽误。嘿嘿，不耽误。那行，不耽误就一起吃饭吧。小妹回家说了你们的事，今天中午咱都认识认识。好嘞，三哥，我一会儿就去。别激动，小伙子，地址在幸福巷，今天中午在那里吃饭。哎，好的，三哥。刘刚也顾不得形象了，撒腿就朝着国营饭店跑去。第一次和哥哥们吃饭，怎么也要带几个硬菜过去。二哥，小妹说的那个同志会过来吃饭，咱兄弟俩露两手。好嘞，三弟，咱兄弟好好探探他的底。刘刚同志，走这路想什么呢？怎么魂不守舍的？三哥让我到家里吃饭，我怕表现不好，心里没底啊。刘刚扬了扬手里刚从国营饭店买来的韭菜。没事呀，你和平常一样就行了，他们又不吃人。小姑嘴里安慰着刘刚，其实他心里也很慌，这也算是第一次见家长了。那我应该说些什么？我没这方面的经验啊。他们问啥你就答啥呗，我2个哥哥人都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但是小姑哪会知道，对想要拱自己家白菜的大野猪，怎么会特别友好呢？我上辈子造了个大孽，重生成1岁婴儿就算了，竟然穿越到了饿肚子的荒牛。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享福宝了吗？对，爹享福宝了。老三，你怎么第2天就回来？是工作出了问题吗？奶奶一脸担忧地看着我爹沈三江。我们都顺利入职了，但是我这边出了点问题。走，进屋里说。老二家的，你去把老三家的也叫过来。好的，娘，我这就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老三，说出来，大家想想办法。是这样的，爹，同志您好，请问吴德经理在吗？我就是吴德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吴德瞟了我爹一眼，语气非常冷淡。吴经理，我是沈三江，顶了彭岩同志的岗，今天向您报道。哦，原来彭岩把岗位转给你了，你叫沈三江对吧？对，吴经理，您看我的工作怎么安排？这样吧，我也不难为你，你就开始出去收东西，品种不限，数量不限，3天之内我要看到成果，要不然你从哪来的就到哪去。因为我爹顶了他小舅子的岗，这是第1天就是半责。其实他没有权利开除我爹，只能用增加工作难度来刁难。可是吴经理，我才第1天上班，我也不知道要到哪去收购物资。各个公社、大队，随便你去哪里，这还用我教你吗？这是收购价格清单，你拿走1份。吴德拿出一张价格清单，甩在了桌子上。这第1天就给我穿小鞋了，我可不能中他的诡计。好的，吴经理，那我就去工作了。我爹强忍着怒火，转身就走了出去。爹，你说，这才刚过年，地里和山上啥都没有，我到哪里给他收购去？年前各大队的鸡鸭都上交了，大正月的让你出来收购，这是在刁难你啊！一家人顿时一片沉默，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来。爷爷，河里现在有水吗？福宝，河里有水，你是想打鱼吗？可是现在河里结冰了。爷爷，咱们可以东捕，让二爷爷组织人把冰破开。我的诱饵对鱼也好用，能把附近的鱼都吸引过来。福宝，你确定可以吗？我爹原本低落的情绪瞬间变得激动起来。可以的，爹，我的诱饵可是老神仙给的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还是福宝有办法。老三，我去找你二叔，你跟福宝把诱饵准备好，对外就说这个诱饵是你从县食品站拿来的，跟福宝没关系，懂吗？好嘞，爹。爷爷沈满仓出了门，朝着二爷爷家走去。东捕，大哥你是在开玩笑吗？组织社员参加东捕，可是要开工分的，万一抓不到鱼，大队没法交差啊。二弟，你就放心吧，诱饵是老三从县食品站拿来，专门用来捕鱼的。大侄子怎么知道食品站收鱼，还能弄到诱饵呢？哎呀，这都怪我，忘了告诉你，三江现在在食品站上班。行了，都吃上商品粮了，既然是内部消息，我这就召集社员把冰破开。这诱饵真香啊，小鱼肯定爱吃。随后大队的广播响起：喂，社员同志们注意了，请大家到大队部集合。社员们陆续走了出来，
顿时围在大队长周围，好奇的窃窃私语。往年都是过了正月15才开始组织上工的，今年怎么提前了？静一静，社员同志们，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沈三江同志弄到了专门捕鱼的诱饵。今天一家出一个清账劳力，到河里把冰破开，抓到的鱼咱卖给县食品站，价格是3毛钱一斤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我宣布红旗大队第1届东捕启动。整个红旗大队沸腾了起来，跑到大队材料库领工具，有回家拿鱼饵和背篓的。很快大家就做好了准备，随后就浩浩荡荡去了河边。河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。三江，你来了，在冰上打洞有没有什么要求？需要打几个？二爷爷，100米远打1个就行，洞口留大点哦。对，二叔，你按福宝说的打。好嘞，现在分一下组，3个社员1个小组，负责打1个冰洞。明白了，大队长。随后叔叔伯伯们抡起铁锤和铁镐在冰面上砸了起来，很快冰面陆续被砸穿，被砸出10个井口般大的冰洞。爹，可以放诱饵了，叫二爷爷叫人来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每个冰洞里都舀了1瓢的诱饵，很快香味在水中急速扩散，引得鱼群向洞口飞速游来。早已等在冰洞的叔叔伯伯拿起水瓢快速的捞了起来，鱼在冰面上蹦来蹦去，有白鲢、花鲢、鲫鱼、鲤鱼、烤鱼，一会的功夫就堆满了鱼。河堤上的女人和孩子们爆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，二爷爷激动的脸色潮红。现在还是正月，大队就有了这么大收获，今年的日子总算是好过了。二爷爷，好多鱼啊，可以卖好多钱了是吗？对啊，小福宝，你爹有出息了，还给老爹抢了功劳了。是呀，我爹好厉害。不知道三弟这次回去能不能收到山货啊？现在哪还有什么山货？这个吴德就是故意的。好他个吴德，还真是缺德啊！第1天就给川小姐，我去找他去算账。二叔站起来就要往外走。二弟，打架能解决事情吗？咱们要做的是冷静下来，好好帮三弟想办法。二叔一声叹息，一时间大家陷入了沉默。王富贵同志，你现在马上回去，把大队所有杂粮面都给蒸了，做成窝窝头。大队长，蒸这么多窝窝头干什么？大聚餐吗？这么多的鱼，离开水活不了多长时间，我打算让大家连夜送到县城，窝头给社员们在路上做口粮。好，还是大队长考虑的周到，我这就回去。接着二爷爷带着民兵把1斤以上的鱼过了秤，一共870斤。社员同志们，一家派1个人出来，今天晚上吃完饭，咱连夜把鱼送到县城。知道了，大队长。多谢乡亲们了，谢谢大家。我倒霉的重生成了萌娃，在吃不饱的年代开挂。小福宝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有点像萝卜，又有点像土豆。二伯娘张招娣好奇的用手指碰了碰这些菜疙瘩。二伯娘，这个叫甜菜，今天我教大家做红糖。小福宝，红糖可贵着呢，真的能做出来吗？可以娘，老神仙教我了，我现在就教你们。您好，娘，二伯娘，先把它洗净切碎，然后放到锅里加水煮，再熬煮半个点就可以。随后娘或二伯娘立马照做，煮好后我继续指导。现在把甜菜渣子捞出来，再把锅里的汤汁继续熬。随着锅里的糖水慢慢变浓，娘，二伯娘，现在要加石灰水了。福宝，石灰用来盖房子的，这做出来的糖还能吃吗？这还真不好解释，还是借用老神仙算了。娘，老神仙说了，要加石灰水，做出来的红糖才是甜的。我娘和二伯娘似懂非懂点了点头。老三家的，听福宝的准没错，老神仙不会害咱家。您好，听福宝的。随着糖水变得浓稠，空气中也有了甜蜜的气息。我用意念进入空间，在灵泉旁装了1瓶水出来，趁机偷偷加了几滴进去，顿时香味更加浓郁了，引得人不由得食指大动。爹没有去收购部，而是去了钱经理办公室。吴德已经摆明是刁难，所以没必要再给吴德留面子。小沈同志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钱经理，是这样的，我前天下午刚来报道，吴德副经理就要求我3天之内收购一批物资上来，说是完不成就要叫我走人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大正月到哪里收购物资？他吴德亲自出马，也未必能够收到。你回去安心上班吧。吴副经理再刁难你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钱自来虽然平时笑呵呵的，但是他身为食品公司的一把手，最痛恨的就是下面胡来。钱经理，其实我完成了任务，收了大概有1万多斤的大鱼，大队长带人连夜就送过来了，现在在咱食品站门口等着呢。三江同志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有1万多斤鱼？钱自来噌地站了起来，呼吸急促地问道：只多不少，您一出门就能看到。哎呀，当下正月物资最匮乏，这次你算帮了大忙了。原来每个县食品站也是有排名的，那个年代都想当先进。钱自来跑出了大门，看见4辆车上满满的堆着大鱼，瞬间就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沈队长，感谢你们啊！天黑路远送了这么多的水产。钱经理太客气了，咱各级人民亲如兄弟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沈队长的思想觉悟值得我们学习，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，组织大家去过秤吧。
看着托盘里散着香味的红糖，一家人一脸的不可思议。这真的是供销社里卖很贵，既要钱还要票的红糖吗？奶奶，这红糖好香呀，我好想吃一口。哎，好，你拿一块吃吧。好呀，谢谢奶奶。福宝，可是咱家也没很多甜菜，怎么做红糖卖呢？娘，明天把二爷爷请过来，当着他的面再做一次，请二爷爷组织社员开荒种甜菜就行，刚开的荒地也能种植。二叔会听我们的吗？这可是对叔叔伯伯都有好处的，我想二爷爷会同意。老三家的二弟，那我去说道，他再轴我也给他掰回来。耶，还是奶奶厉害。是，哈哈，舅奶的金孙孙嘴甜。第二天，二爷爷沈满屯过来了。二弟，鱼卖的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顺利着呢，咱足足卖了3000多块。我来通知你去大队部分钱呢。哎呀呀，辛苦二弟了，我们这就去，晚点再来一趟，有好事跟你说。行，大嫂，社员们都等着，咱走吧。来到大队部门口，社员们都在热烈的聊天，来共同迎接这个大惊喜。昨天鱼一共卖了3828块，咱们大队一共113户，每户可以分33块8毛7分钱。当然，我说的一户是一大户，只要父母健在，不管兄弟几个，都按一户计算。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？大队长，我们兄弟都分家了，再说我们兄弟4个可都参加了，算做一户也不太合适啊。是啊，大队长，我们参加东捕和送鱼的人也多啊。王大春刚说完，就得到分了家的社员支持。王大春，你们是分家了，但是咱大队没分家的占多数。如果把你们家算作4户，让别人怎么办？当然了，东捕和送鱼都是有工分的，你们兄弟4个都是满工分。闹事的人听到二爷爷解释，分了家的社员也不再说话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念名字，大家派代表上来领钱。大嫂，这才几点啊？现在做午饭太早了吧？二爷爷一脸的疑惑。他二叔，这不是做午饭，老三家的你给二叔说说。二叔，前段时间我从书上看到了土方红糖的制作方法。我娘按照我说的方法，又照旧说了一遍。因为我还是1岁的孩子，说出来怕是会吓到二爷爷，只好由我娘当代言人。老三家的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整个大队社员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是的，二爷爷，你尝尝这糖，可甜了。二爷爷沈满屯接过红糖，叼进口里，顿时双眼不由自主地眯了起来。哎呀呀呀，小福宝，这红糖确实甜啊。那当然了，娘做的最好吃了。二叔，我有个想法，咱们自己种甜菜造红糖。这自己种是不行的，土地必须全部用来种粮食，交完公粮，各家余粮也没多少了。二爷爷，咱们可以开荒啊，后山就有好多空地呢。这个办法倒是可行，我看后山也就20亩地，也收不了多少甜菜的。二叔，20亩足够了，我看书上说甜菜亩产能够达到3000斤以上呢。老三家的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1亩地小麦才能收200多斤。二叔，是真的，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老三家的，那几斤甜菜可以做1斤红糖。二叔，我们试过了，10斤甜菜出1斤红糖。二爷爷快速地打起了小算盘，甜菜1亩地可以收3000斤，每亩甜菜可以做300斤红糖，每斤红糖8毛钱，可以卖240块。好，等过了正月15，我第一时间安排社员到山坡上开荒种甜菜。也太倒霉了！重生成1岁的萌娃，在80年代开挂致富。二爷爷答应开荒种甜菜，我决定叫娘开制糖厂。娘，福宝想让你建制糖厂，叔叔伯伯们也拿工资，年底全体社员参与分红。娘的小福宝，我来办制糖厂，真的能行吗？能行，娘，福宝会帮你呢。象县食品站供红糖是小目标，以后还要出口赚外汇。哎呦，奶奶的金孙孙真厉害！什么叫小目标啊？奶奶，小目标就是赚很多的钱。也好，奶奶支持你，那就先完成一个小目标。嘿嘿嘿，谢谢奶奶。娘，你去和二爷爷说吧。哎，好，娘这就去。好啊，老三家的，你不愧是高中生，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，那咱就把制糖厂做起来，带着社员们共同致富。好呀，二叔，带大队一起致富。二爷爷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此刻心里充满了豪情壮志。老二、老三家的制糖厂做起来会有各种困难，你们2个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娘，您就放心吧，弟妹说的真好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厂子建起来，把红糖卖到全国。是呀，奶奶，福宝也很期待。眨眼到了正月15这天，大家都把过年时没舍得吃完的肉拿了出来，配上白菜、萝卜和粉条炖上一大锅。老人们坐在堂屋抽着烟袋，孩子们围在厨房直咽口水。下午，爹和二伯、小姑也回来了，买几盏小灯笼，又买了2斤大白兔奶糖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吃起了晚饭。几人的工作都还算顺利，只有爹这里有些小问题。吴德带领收购部同事们一起孤立我爹。大闺女，你跟那个叔叔同志相处的还行吗？娘，刘刚对我挺好的，每天都会等我下班，他想让我去他家做客，我还没有答应。闺女啊，还是早点见好，万一相处不来，
到时自己心里有数。我知道了呢。接着奶奶说了办红糖厂的事，爹和二伯都大吃一惊，大家对我身后的老神仙更加的敬畏和感激。之后一家老小走出家门，每年的除夕夜和元宵节，大队里都有射火表演，高跷队走在最前面，中间是女社员的秧歌队，最后面是锣鼓队，围着大队游走一圈，祈求着新的一年里能够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未来我又放出2头野猪。爹，二伯，年前年后没少花钱，这2头野猪带去卖了吧。哎呦，小福宝又给我俩安排活了，快点干活吧，二哥，你这就忘了吃不饱的日子了。嘿嘿，没忘，我去烧水干活。第二天一早，爹二伯小姑坐上了去县城的牛车，二爷爷早就召集了大队社员，通知大家准备开荒。社员同志们，今天又有好事要宣布，把后山给开发出来，咱们要种甜菜。大队长，甜菜是什么？是粮食还是蔬菜？甜菜是做红糖用的，萧炎同志用甜菜成功制作出红糖了，所以咱们要开荒种甜菜，然后建制糖厂，年底全体社员集体参与分红。大队长，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。老沈家的人真有本事，红糖都给老三家的做出来了。三江家的可是高中生，懂得多是正常的。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。好了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到大队部集合领工具。热情高涨的社员们在大队部领了工具后，随后来了村后土坡上，然后二爷爷大手一挥，叔叔伯伯们便开始动了起来。刘刚，你不是说想让我去你家吗？那就去吧。太好了，这几天我快被我妈烦死了，她家儿媳妇都快想魔怔了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带我去？那个明天吧，我回家叫爸妈准备。怎么了，大儿子笑得这么开心？好消息，是沈娟同意来咱家做客了。你可算是有点进展了。哎呀，明天能见到儿媳妇了。玲玉，明天你早点去市场，多拿些钱票，咱们要多做几个菜。行，我的大领导，我心里有数，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呢。小姑在吃完饭的时候，也向大姐如实做了汇报。大姐，明天要去刘刚家吃饭，你说我带点什么礼物好？小娟，你第一次去，就在供销社买几样点心就行。你如果送太重的礼，反而对你印象不好。大姐说的很有道理，礼物就是个心意。哎呀呀呀，怪不得儿子这么上心，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呢。叔叔阿姨好，我叫沈娟，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小姑礼貌地向刘战夫妇问好，脸上保持着得体的微笑。不麻烦，早都盼着你过来。你先在客厅坐，饭菜马上就好。很快，餐桌上就摆满了菜，红烧鸡块、清蒸鱼、红烧肉，还有几个可口的蔬菜，在这个年代算是非常丰盛了。阿姨，就咱4个人，您准备的太多了。没事，他们父子俩饭量大，不会浪费的。刘战虽是一县之长，但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，只能一直保持着微笑，实则心里慌得很。小娟，你尝尝我妈做的鱼，我妈做的清蒸鱼可是一绝，比国营饭店的还要好吃。刘刚一直忙着给小姑夹菜，很快小碗就被落得老高。小姑红着脸白了刘刚一眼，内心喊道：“你把我当猪养了。”小娟啊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？阿姨，我父母一直在大队务农，我上边还有2个哥哥。那挺好啊，家里不是农民就是工人。陈玲玉面色不改，但是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就继续跟小姑闲聊着。唯有刘战瞟了妻子一眼，皱了皱眉头。等刘刚送着小姑出了大门，老刘啊，小娟就是家庭差了一些，以后对小刚的事业是没帮助了，不拖后腿就是好的。陈玲玉同志，你的思想很危险，当农民和工人都是光荣的，你凭什么觉得人家出身不好？咱家儿子以后发展咋办？真是纠结啊。你纠结什么呢？儿子的发展靠他自己，没有本事身居高位，最后苦的都是老百姓。我倒是希望他们安安稳稳度过一生就挺好。哎呀，我这不是为了咱儿子好吗？行了，你今天说的话让我很失望，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发展吧。盐菜被我用空间灵泉浇灌，很快就可以熬制红糖了。大队出名的滚刀肉3妯娌上门讨要工作，被二伯娘骂走。爷爷，甜菜都快成熟了，制糖需要很多的木柴呢。小福宝，这个咱农村不缺，这个简单，我发动社员上山去捡柴。还有晾糖用的托盘，包糖用的草纸，再到县印刷厂，用纸印上咱大队的名字。二爷爷听得连连点头，自己虽说是大队长，但对建厂的事还真不懂。老三家的，多亏了有你和福宝啊。二叔，那也还得有你支持才行。是呀，二爷爷，糖厂没有你不行。好，福宝嘴真甜。对了，老三家的，你2个哥哥不就是木匠吗？托盘就交给他们做。好的，二叔。然后你跟我去县城跑一跑供销社和印刷厂，三江那边也要打招呼。第二天，二爷爷和娘就去了县城，在供销社买了草纸和绳子，印刷厂确定是集体办厂后，很爽快的接下了订单。媳妇，我问过经理了，红糖的缺口一直很大，只要红糖没问题，6毛钱一斤，有多少收购多少。那就太好了，质量肯定能保证。那个年代多物资短缺，所以根本不投卖不出去。老三家的，三江他们有没有说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怎么了，二嫂？他们不是刚回来过吗？又想二哥了？哎呀，谁想他了？我就是随口问问。
老二家的想就大大方方的承认，这不丢人。哎呀呀呀，娘，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！二伯娘难得的脸红了，逗得婆媳三个哈哈大笑。不过麻烦很快找上了门。家里有人吗？桂枝婶子在家吗？是你们妯娌三个呀？怎么了？有事吗？桂枝婶子，咱大队不是要办制糖厂啊？听说是您家老三说了算，我们想过来帮忙。王家三个妯娌眼神交流了一下，有老大媳妇马淑芬出声说道：“大春家的，你们应该去问大队长啊！你来我家问老三媳妇算怎么回事？”婶子说笑了，全大队谁不知道，制糖厂由您三儿媳妇说了算，只要她点头了，大队长不会反对的。淑芬嫂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制糖厂是集体资产，还是由大队长说了算，这光我说的可不算。娘面露难色，委婉的推脱着。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，就这么说准了哈。制糖厂开工我们就来干活，这是碰到滚刀肉了呀，真是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大春家的，你这是硬逼着哑巴说话，闪混闪到我家了。婶子，说话别这么难听，凭啥我们不能在制糖厂干活啊？现在请你们出去吧，我不想和你们说了。奶奶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桂枝婶子，这怎么还往外赶人啊？人都说树高千尺不忘根，你们家才好了几天啊，就看不起乡里乡亲了。老王家三儿媳苗兰妮也阴阳怪气的说道。奶奶刘桂枝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对二伯娘使了个眼色。在一旁随时待命的张招娣瞬间领会了婆婆的意思。因为家庭环境问题，二伯娘从小就掌握了撒泼耍混的技能，嫁到老沈家后才逐渐收敛。我不跟你们抬杠，你们自己想想，在大队的名声，妯娌三个一个比一个尖，出门不占便宜就算是吃亏了。这次来我们家要工作名额，是你们第一次达成共识吧？你们把老宅瓜分了，把公婆和老四赶出家门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随着二伯娘一顿输出，噎得老王家三个儿媳妇直翻白眼，妯娌三个有心反击，却无力回天，因为二伯娘每一句都是实话。张招娣，你马淑芬等人又羞又怒，气得满脸涨红。我什么我婆婆为人和善，不屑于跟小辈的计较，我张招娣可不惯着你们，现在马上麻溜出去。顿时妯娌三个气得浑身发抖，狼狈的转身就走了。跟这么强悍的女人做妯娌，真有安全感啊！今天招娣辛苦了，晚上炖2只野兔，炒个青椒鸡蛋，好好犒劳你们。转眼就到了甜菜收获的季节，甜菜疙瘩用牛车运到了大食堂，制糖厂也运转了起来，开始了第一天的制糖工作。王四东和张大彪、周大成三人不停地挑着水，这三个都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社员同志。娘和二伯娘带着6个女社员，麻利的洗甜菜、切甜菜、熬煮糖稀。制糖厂的3口大锅开足了马力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，社员们干得如火如荼。虽然工艺落后，但是一天可以制作300斤红糖。大家辛苦了，老三家的今天制作了多少红糖？二叔，300斤左右，场地太小了，咱3天就要往食品站送一趟。娘看着码在角落里的一堆红糖，无奈地说道：“行，后天晚上装车，我亲自送到县城。咱们的条件有限，今年先将就着。”二爷爷看着一大堆的红糖，两眼放光，社员们的红利不少啊。隔天，二爷爷带着人把红糖装在了2辆牛车上，赶着牛车就出发去了县城。二叔，第一批红糖这么快就做出来了吗？是啊，三江制糖厂的场地太小，这是1000斤，我连夜给送过来了。哎呀，红糖现在可是紧俏货，每天供销社一开门，不到1个小时就会被抢购一空啊！沈队长，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钱经理太客气了。赶紧来几个人过秤入库。沈队长，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走了，尝尝我们食堂的饭菜，咱们中午好好喝一杯，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！对，二叔，今天吃完饭再走。随后牛车被拉去卸车过秤，几个收购部同事恭维着我爹。自从我爹来了后，业绩突飞猛进，一个人完成了1半的收购任务，让吴德的孤立计划完全落了空。吴德看着下面谈笑风生，气得差点把牙都咬碎了。沈三江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，等着吧，我早晚让你栽个大跟头。此后经过制糖厂2个月紧锣密鼓的熬制，终于把所有的甜菜做成了红糖，一共做了15000斤的红糖，全部卖给了食品公司，换回来9000块钱。卖完了最后一批红糖，二爷爷来到了制糖厂，当面把工资给工人全部结清，宣布了今年制糖厂工作完毕，对大家的工作表示了满意。明年会加大甜菜的种植，制作更多的红糖。我太幸运了，重生成了1岁的萌娃，穿着开裆裤被二爷爷笑。小福宝，你光屁股坐在白砂糖上，回去洗澡尝尝洗澡水，肯定可甜了。二爷爷坏，隔着好几层袋子呢，才不会甜呢。我警惕看着二爷爷，一双小短腿夹得紧紧的。二爷爷从来不骗小娃娃，不信你晚上洗澡时尝尝，不甜明天赔你2颗大白兔奶糖。二爷爷一脸正经的继续忽悠。当小孩子太难了呀，真让人抓狂，我才不要尝。我把洗澡水留着，明天糖水送给二爷爷喝。一老一小你来我往的斗着嘴，留下一路的笑声。牛车到了大队部，一老一小终于停了这场斗嘴。二爷爷，我找奶奶告状去，二爷爷骗小孩。说完假装气鼓鼓的跑了。
留下一大帮的人哈哈大笑。接着二爷爷指挥着民兵把白砂糖放到库房锁了起来，又往加工厂送了100斤过去。娘带着村民正在给山楂去核，准备做成山楂罐头。加了白砂糖的山楂又酸又甜，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在食品加工厂劳作了一天，一家人正要坐下吃饭。爷爷、奶奶、娘，我要断奶，我以后也不穿开裆裤了。奶奶的金孙孙啊，你才1岁半，光吃饭可不行，再吃2年半。金孙孙听话。奶奶刘桂枝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福宝，你不用担心娘，想吃的话可以去厂里找娘呀。不要不要，大队那么多人，他们会笑话我的。我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，浑身都在抗拒。可是福宝，你光吃饭能行吗？娘，奶奶，老神仙给了奶粉和牛奶，会把我喂饱饱的。直到费了好多口舌，才让奶奶和娘同意自己断奶。金孙孙啊，那你怎么不穿开裆裤了？你自己会脱裤子吗？奶奶又对开裆裤提出了疑问。爷爷和爹知道怎么回事，低着头吭吭哧哧的憋笑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奶奶刘桂枝斜了父子俩一眼。哎呀呀呀，老婆子，你还是问小福宝吧。告诉奶奶，谁欺负你了？奶奶替你出气。没事，奶奶，就是二爷爷弹我的小蚯蚓，我要把它保护起来。哼，奶娃子报仇，隔夜就晚。好啊，老二这个老不休的，等会我去收拾他。奶奶刘桂枝站了起来，做事就要往外走，被爷爷拉住了胳膊。哎呀呀呀，我说老婆子，明天见了老二再说吧。奶奶，今天先放过二爷爷吧，等下次您再出手。看到火拱的差不多了，我又开始当起了好人。哎呦，还是福宝懂事，那就听你的。奶奶顺势坐了下来，其实就是装个样子给我看，因为在农村这种情况很常见。接下来我迈着小短腿，又表演了会站着方便，证明自己可以不穿开裆裤了。哎呀呀呀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家金孙孙可不是一般人啊。娘，福宝弟弟好厉害啊，我小时候是不是也很厉害？哥哥沈刚一脸希冀地看着二伯娘张招娣。你呀，开裆裤你穿到4岁，还天天把裤子尿得水湿，你都不记得了。二伯娘没惯着哥哥，进行了无情的嘲讽，羞得哥哥小脸通红。随后便传来了一家人的大笑声。当家的，这次又多亏了福宝，提议把山楂做成罐头，要不你收的这批山楂可不好和大队社员解释。肯定是那个吴德搞的鬼，在收购单上私自加上了山楂，要不然食品站怎么会不收？原来红糖卖完结束后，吴德又给了老爹新的任务，要求收购5000斤的山楂。老爹一听，当时就乐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农村很多，又酸还不甜，根本没人吃。就在大队收上来后，送到食品站却被拒收。之后接受了我的建议，制作成山楂罐头。当家的，早点歇着吧，明天就能出第一批罐头了。是呀，爹，别担心，福宝吃了罐头山楂，真的好甜呢。也好，爹办大马奖励你骑好不好？好呀，福宝要骑大马。第二天，当第一批山楂罐头送到食品站，钱自来很是激动，因为上次的红糖很好，是食品站领导就在大会上大力的表扬了自己，让他再大出风头一次。哎呀呀呀，沈队长、小沈同志，又辛苦你们了。钱经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钱经理，要不要打开几瓶抽查一下，让同志们都尝尝山楂罐头？二爷爷看着钱自来一脸的嗤笑，忍不住出声提醒。好，打开几瓶，咱们都尝尝大队做的新品。接着检验科的同志随意抽查了5瓶，钱经理率先吃了1颗山楂骨肉，又连着喝了2口汤，不由得眼前一亮，连连点头。果肉软糯香甜，汤汁酸甜爽口，这是罐头中难得的上品啊！嘿嘿，那我们就点数拉进仓库去了。我再去安排人，你们看着就好。因为所有山楂罐头都卖了，老沈家分红了1200块。小福宝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这个钱就不算咱大家庭的了，你让老神仙帮你收着。奶奶，我这么小，用不到钱。福宝，现在咱家不缺钱，奶奶这里还有3000多块，天天换着地方藏，觉得放到哪都不安全，奶奶都快睡不着觉了。哎呀呀呀，老婆子，我就说你晚上翻来覆去的，原来你是操心钱藏呢。这个年代大多数家庭普遍还在温饱线上挣扎，而老沈家的掌门人已经开始发愁在哪藏钱了。小福宝，听你奶奶的，这次就是你的功劳呀，现在顿顿都能吃上肉，二伯娘已经很满足了。是呀，福宝弟弟，娘说了，存钱可以娶媳妇。福宝，你先让老神仙收着，可不许带哥哥买炮仗玩哦。哎，先收着吧，反正都是老沈家的。好吧，那福宝就先收着，省得奶奶睡不着觉。奶奶要用钱记得和福宝说哦。哎，好，奶奶的金孙孙，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一家人的举动让奶奶和爷爷老两口很是欣慰，没有因为我的付出而变得贪得无厌，反而更加的团结和勤快了。我是个倒霉蛋，重生成了1岁多的萌娃，而今年我已经5岁了，最爱到大队的池塘钓鱼虾。嗨上鱼了，等下又可以喝鱼汤了。然后每次临走的时候，都会倒入一些灵泉水进池塘。不久后，二爷爷组织社员清塘时，瞬间大家都震惊了，因为捞出来的大鱼足足有30几斤重，甲鱼都有脸盘那么大。
爷爷快看，我抓了一条鱼呀！哎，福宝真厉害！哎呀呀呀，集体鱼塘大丰收，社员们辛苦了。大队长，这些鱼往年可长不了这么大。是啊，脸盘大的甲鱼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叔叔伯伯们都议论纷纷，二爷爷也满肚子疑惑，只好归功于大自然的馈赠。我说大队长，我感觉是山神保佑咱呢。对对对，咱现在日子过得好，山神也高兴。嗨，又当了一回山神，下回灵泉水的少放了。是呀，二爷爷，昨晚梦里有白胡子老爷爷，还对我笑了呢。对，那就是山神爷爷，福宝真是好孩子。期间，大队也迎来了高速发展，河滩地都开荒种了甜菜，一共达到了100亩以上。山楂树也开始统一管理，修剪追肥伺候的尽心尽力。食品加工厂建了宽敞的厂房，也再一次扩大了规模。现在已经有60名工人，而我还是照旧到处疯玩。今天在山里采了蘑菇，不知走了多久，在一棵枯木上发现了一株灵芝，我欢呼一声，迅速跑了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把灵芝摘了下来。呀，好大的灵芝呀！突然手中一空，一只猕猴正坐在树杈上，手里拿着我的灵芝，一脸的挑衅和嘲讽。小猴乖啊，把灵芝还给我！不过猕猴直接又跳到了另一棵树上，呲着牙继续嘲笑我。我只好迈着小短腿追了上去，就这样追追停停，已经来到了山林深处。猕猴似乎一点都不累，而我已经累到喘粗气了。哎呀，怎么把灵泉水忘了？左右耳还加了不少呢。我从空间借了一瓶灵泉水，朝着猕猴的方向晃了晃。小猴乖哦，我用这个水和你换。果然，猴子双眼透露出了渴望，然后一脸讨好的看着我。你快下来，这么高我怎么给呀？猕猴小心的跳了下来，迅速拿起水一饮而尽，然后一脸的享受，随后用一只手指向一个方向。你是让我跟着你走吗？猕猴兴奋的点了点头，朝着前面走去，随后来到一片山壁前，居然有一个山洞，外面很多猕猴在玩耍，山洞外就闻到了浓郁的酒味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猴儿酒？猕猴手舞足蹈的对着我乱叫。你是说要把果酒送给我吗？你自己能做主吗？吱吱吱，猕猴扬了扬刚才装水的小瓶子，先是指了指猴儿酒，又指了指我。嗨，明白了，灵泉水换猴儿酒对吗？吱吱吱，猕猴的小脑袋点得飞快，一脸的兴奋和急切。行呀，小猴子，成交。虽然灵泉水十分珍贵，因为空间灵泉不管怎么用都丝毫没有减少过。想起空间的水果堆积如山，我瞬间有了新的想法。现场的一群酿酒大师，必要忽悠他们搬进空间酿酒，将来这又是一条赚钱的门路。小猴哥，我给你们找个新家，里面天天有水喝，你愿意去吗？我歪着小脑袋看着猕猴，他好像有些不明白。我顺势又拿出一瓶灵泉水，这下他才疯狂的点头同意。接着我小手一挥，整个猕猴群都收进了空间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家里早已经乱开了锅。哎呦，我的金孙孙啊，你去哪了？急死奶奶了！娘，你别着急，福宝天天出去玩，应该是贪玩忘记回来了。老婆子，我这就出去找找。老三家的也快放工了，我叫上他一起。哎，大家一起去吧。正当一家人风风火火的赶到山脚下时，我背着小背篓，哼着小曲，刚好就碰见了奶奶的金孙孙哟，你担心死奶奶了。是呀，福宝，你奶奶都急哭了。好了好了，福宝没事就好，大家回吧。嗨，光顾着高兴，忘记都出来一天了。爷爷、奶奶、娘、二伯娘，福宝知道错了，下次不会了。哼，你个小淘气，知道错就行了嘛。你给我过来。娘一把就横着抱住我，照着我的屁股就打了起来。可能是真的生气了，下手也是毫不留情。这就是我完整童年的记忆。好了好了，老三家的用手打不解气，我带福宝回去用棍子教训他。到底是奶奶心疼我，一把拉住了我娘的手。爷爷嘿嘿一笑，没有揭穿奶奶。随后一家人快步朝着家里走去。奶奶、娘，以后我去山林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我想找一些珍贵中药给爷爷奶奶调理身体，有危险我可以进老神仙的洞府呢。我的福宝爱说谎的孩子可不对啊！哼，调皮鬼，刚才那顿打没挨够是吗？奶奶、娘，福宝没骗你们。那你给奶奶看一下，你真能进出老神仙的洞府，我就同意你独自进山。我四周看了一眼，为了保险，还是决定屋里表演。如果被人看到传出去，这事情就闹大了。进了屋，我反复表演了几遍进出空间。奶奶刘桂芝啧啧称奇，勉强同意了我独自进山的请求，只是要求每次进山都要报备，让家里人知道去向。福宝，娘知道你有本事，娘不拖你的后腿，但是你要答应娘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娘勉强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我知道的，娘，您就放心吧。随着院子里一阵吵闹，我知道是哥哥姐姐放学了，于是趁机结束这催泪的一幕。福宝弟弟，你自己上山了吗？一个人上山不安全，等周末了，哥哥陪你一起去。是啊，福宝弟弟，等周末了，我上山保护你。好呀，周末哥哥姐姐陪福宝一起上山。小福宝，这小背篓的蘑菇都是你摘的呀？是呀，二伯娘，山里还有好多呢。福宝弟弟真厉害，采了这么多蘑菇。娘，蘑菇炒肉超级好吃呢。弟弟，
我给你打好水了，快过来洗洗你的小爪子。好，姐姐，我就来。很快，厨房里飘出了饭菜的香味，老沈家坐满了一大桌子，期间不断的传出欢乐的笑声，平平淡淡的又度过了一天。我又重生了，不单是个萌娃，还自带系统。这几天我每次上山，没有野兽能逃出我的魔掌。我把猴王放出来做哨兵，遇到野兽就提前示警，然后拿出灵泉水谈判。几天下来，空间多了不少动物。小猴王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让你带着我找灵芝，你找的都是蘑菇。告诉你多少次了，红色灵芝才是宝贝，蘑菇是红色的，吃了会要命的。猴王把小胸脯拍得砰砰作响，吱吱吱的说一定能找到。好，我再相信你一次，记住找到东西不要乱吃，知道吗？小猴子吱吱吱的回应着。我转眼又对野猪做起吐槽。八戒，你背上的毛好硬啊，练了东西还是扎屁股。野猪王有些欲哭无泪，你都把我折腾成什么样了？2颗獠牙被绑上了缰绳，左右前后全凭你操控。要不是为了每天的灵泉水，我早就拒载了。说你2句你还不乐意了，哼哼的给谁听啊？我虽然听不懂，但我知道你是在骂我。哼！吱吱吱！小猴王站在前面树上，朝着我疯狂招手。八戒，有情况，加速前进。野猪王开足了马力，低着头一路狂奔。八戒，给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钻灌木丛。你皮糙肉厚抗得住，我可受不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不错，这才是灵芝。小猴把2株灵芝采摘了下来，我用意念控制着，把灵芝移植到了空间百草园。小猴王，你找的仔细一点，不能找到2株灵芝就骄傲啊！吱吱吱！小猴子一脸的委屈，紧接着转悠半天，来到了一株植物面前，终于找到第1株野山参。我照例移植去了百草园。做人不能太贪心，今天收获很大，走，咱打道回府。我一声令下，野猪王驮着我吭哧吭哧就直奔大队而去。爹，二伯，小姑姑，你们放假了吗？小福宝，我们是请假了，明天你小姑父过来商量婚事。太好了呀，小姑终于要结婚了，终于又吃大席了。上一次还是吃的福宝弟弟的席呢。几个哥哥姐姐兴奋的又蹦又跳，跟着起哄捧场。哎呀呀呀！你们这群小没良心的，为了吃大席就让小姑出嫁，真是白疼你们了。小姑故作轻松的笑骂着哥哥姐姐，不过大家却没发现小姑眉间有一丝淡淡的愁绪。小姑姑，你怎么了？是小姑父对你不好吗？我贴心的拉起小姑的手，一脸关心的问道，也打断了一家老小的热烈讨论。小姑姑一脸为难的没有说话，这可急坏了大家。三江啊，你现在就回县城一趟，告诉刘刚明天别来了。爷爷沈满仓看着默不作声的小女儿，直接心疼的说道：你们等一下，我再问问闺女，这些年咱家跟刘家多有来往，这当中是不是有误会？咱弄清楚了再去也不迟。奶奶刘桂芝拦下正要出门的老爹。闺女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顾虑只管跟娘说。娘，刘刚一家对我都很好，只是说到结婚，我还是心里没底。傻孩子，这怕什么呢？咱老沈家帮你撑腰。可是，一起在供销社上班的杨大姐，嫁给了种子站长家的儿子，婚后2口子吵架，想跟娘家人诉诉委屈，就会被娘家哥哥嫂子们堵回去，然后全家人都会批评杨大姐，说杨大姐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嫁了这么好的人家还不知足。娘，我真的好害怕自己的家成了娘家。老沈家的人听了小姑的话，有点心疼又有点好笑，但也放下了心。娘的乖闺女啊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，只要你娘还有一口气在，咱家就永远有你一间房。小姑姑不怕，还有小福宝呢，我会保护小姑姑。小妹，你居然怕结婚以后哥哥们不再疼你，你真是太让我们伤心了。对对对，小妹，没想到你对哥哥们这么没有信心啊。爹和二伯为了逗小姑开心，直接戏精上身，表演天赋直接拉满。二哥三哥，你们别伤心了，都是小妹的不是，知道哥哥们最疼我了，是我想的太多了，以后不会啦。看到哥哥们一个个的捶胸顿足，小姑也顾不得多愁善感了，马上化身贴心小妹妹，安慰起了3个哥哥，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。福宝弟弟，你说小姑结婚有没有好多糖呀？是呀，娘都不给买，好想吃啊！嗨，好幼稚的问题，吓唬吓唬他们玩吧，肯定有呀。不过娘说了，吃多糖会掉牙，就会变成小老头的。呀呀，我不要变成小老头。福宝弟弟，你也别吃。嗨，我不吃，都留给哥哥姐姐吃。几个小屁孩心思单纯，转眼就眉开眼笑了。几人都很期盼那天的到来。第2天一早，三江就去了二爷爷家。小姑订婚确定婚期，二叔二婶可不能缺席，大姑也带着表哥早早的来了。小福宝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们吗？是啊，想着你们就快到了，我们一起等小姑父来吧。好的，小福宝。随后一大群孩子疯玩起来。10点多后，一辆小汽车也开了过来，后面还跟着一辆卡车。小姑父把车停在路边，提着一包大白兔奶糖下了，给围在自己身边的侄子侄女们挨个发糖。哎呦，这老沈家定亲，3转1详都安排上了，真排场啊！
好奇心重的妇女围着大卡车指指点点。老哥哥，老姐姐，这一天我都盼了好几年了，早都想要把小娟娶进门了。刘老弟，陈妹妹，欢迎欢迎。爹和同大队帮忙的叔叔把卡车上的3转1响抬下来，这是当地的习俗。订婚时把彩礼都拉到女方，定下结婚的日子，结婚当天再从女方拉走。满屯兄弟，刚才一路走过来，社员同志们也都穿着新衣服，这都是你这个大队长的功劳啊！刘县长您过奖了，大队取得的成绩，功劳是每一位社员同志的，我自己可不敢居功。二爷爷沈满屯一脸谦虚地说道：“满屯兄弟，今天没有刘县长，只有儿女亲家，你叫我刘老哥就行。”哎，好，刘老哥，咱进去看看我大侄女。随后就是双方一起下定，小姑父家给了礼金，足足有666块。那我也不矫情了，礼金我们1分也不留，都让小娟带过去。我们给小娟的陪嫁也是这个数。奶奶刘桂枝大手一挥，老沈家没有占便宜的先例，直接又陪嫁了同样的礼金，这让小姑2口子还没有出嫁，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就手握了整整1000多元的巨款。我又重生了，成了小胳膊小腿的萌娃。今天一大家子讨论婚礼日期，小姑父父母也加入了讨论。小姑希望和刘刚住在家里，有了孩子后让婆婆帮忙带。亲家啊，我都吃撑了，这些肉和野蘑菇真是太好吃了。哎呀，亲家多吃点，明天回县城带些野味回去。不用了，能在这里吃一顿已经很满足了。大婶子，打猎我们是小菜一碟，你就放心吧。是呀，奶奶，我爹能打到猎物。好，先多谢小福宝了。对了，你们小姑婚礼，你们几个皮猴子别闹笑话。奶奶，我才不会呢，我看着哥哥姐姐。福宝弟弟，我们也很乖的，不用看着。大家笑着吃饭，聊着过去和未来的美好。直到下午时分，小姑父一家也回去准备了。晚上为了怕菜多了坏掉，又把二爷爷叫来吃饭。第二叔，要不要再开一瓶酒？不喝了，我们年纪大了，不能喝太多。现在过上好日子，我还想多享受几年福呢。是呀，爹少喝点吧，晚上天黑了，二叔回家也不好走路。娘，要是和县城一样，有电就好了，晚上很亮的呢。随着我提议通电，二爷爷认为需要先算成本，并征求社员们的意见。二叔，我觉得通电是好事，食品加工厂通电后可以2班倒，还可以引进机械设备。这个我是不懂，但是我知道肯定比咱点蜡烛强，屋里亮堂，孩子们也好玩耍。爹娘，通电了夏天还可以用电风扇，等通电了我就给您二老买一台，既凉快又能赶蚊虫。我要给爹娘买台电子管收音机，让爹娘听戏。二伯也一脸乖巧的说道：好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这样吧，我先去电业局了解情况，并开全员大会决定是否通电。二爷爷也开窍了，真开心呀！二爷爷，福宝也支持你。第二天，我目送爹和二伯坐上牛车去了县城，哥哥姐姐也背着书包去了学校。我跟奶奶招呼一声，背上小背篓又向山上走去。小福宝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知道奶奶。我走出村子，来到山脚，眼看看四下无人，就把小猴和野猪王放了出来。猴王，八戒，打起精神，开始干活了。照旧是猴王打头阵，自己飞身上猪，在深山里转悠了半天，一无所获。我坐在一颗大石头上，手里拿着一瓶酸奶开喝，一边数落着猴王和野猪王。猴王啊，你这眼神也不行呀，你的火眼金睛不好用。八戒啊，空间伙食太好了，你又转了一圈啊。小猴王谄媚的给我捶着腿，而野猪王用鼻子拱着青草，随着他咬着一颗藤蔓往上一扯，从泥土里扯出一串红薯一样的东西。八戒，嘴下留污，我先瞅一眼你再吃，我看着有些像何首乌呢。我一跃而下，从野猪王的嘴里抢救出了藤蔓，果然真是何首乌。哈哈哈，八戒，幸亏你饿了，居然被你拱出一颗何首乌，重重有赏。我把何首乌移植到了百草园，浇灌了灵泉水，保证成活率。灵芝和人参的长势极好，何首乌经过灵泉水的浇灌，成活也完全没有问题。现在虽然只有几株灵药，但我心里充满斗志，总有一天要让百草园里灵药成片，保证自己以后在保健品市场独占鳌头。接着我出了空间，赏了猴王和野猪王灵泉水，一人2兽，又踏上了寻宝之旅。下午没有找到名贵中药，可也找到了2株名贵的兰花。要知道，在后市名贵兰花一株卖出几十上百万都是正常的。而二爷爷一大早就来到大队部，召集了所有的大队干部开会，讨论红旗大队通电的事情。大队长，通电当然很好，但是给咱们大队单独拉一路电要花不少钱吧？是啊，大队长，虽说咱这几年分了不少钱，但是开销也大了很多，家家户户都想盖房子，孩子们也送进了学校。据我所知，大多数社员们现在手里并没有什么钱，我怕社员们会有怨言。要我说，老支书徐会计，你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社员们再苦还有以前苦嘛。就算把食品加工厂赚的钱都花掉拉电路，大家忍1年不就行了？饥荒年咱们都闯过来了，少1年分红还能把人饿死吗？我是坚决拥护大队长的决定。治安主任王富贵头脑有些简单，但执行能力特别强，是二爷爷坚定的拥护者。
老支书，徐会计，我也没说不计成本，如果可以接受，咱就通电，或者联合几个大队一起走一路电。去年因为没有通电，收购的山楂出现了坏果烂果，这也是不小的损失。对呀，食品加工厂想要做大做强，早晚都要走上自动化，全靠手工制作，做的再久也还是个作坊。对呀，大队长和其他大队共用一条线路，让他们分摊成本，这个我同意。随着大家热烈的讨论，所有的大队干部都同意通电。随后，二爷爷赶到供电局，给门卫师傅递了一支烟，询问申请供电需要找哪个部门。就看到里面走出一个年轻人。同志，正好，这位就是业务科的郑宏志同志，你可以问问他。郑同志你好，我是红旗大队沈满屯，我想问问申请供电需要什么手续和条件？现在供电比较紧张，要首先保证县城和工厂用电，暂时不会给各生产队供电。郑宏志有接二爷爷的烟，但是一脸不耐烦。郑同志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大队集体办了食品加工厂，能以工厂的名义申请吗？二爷爷看着郑宏志的态度，心里一凉，但还是继续陪着笑脸说道：你这个老同志听不懂话吗？你说的食品加工厂想要用电，把厂子搬到县城不就行了？一个生产队建一个小作坊，就敢自称食品加工厂，真是不知所谓。郑宏志一脸不屑走了过去，留下二爷爷愣在原地。同志，您别生气，这年轻人进了机关上班，就感觉自己高人一等，你从大门进去左拐，到业务科再去问问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办不了。谢谢师傅，那我再进去问。二爷爷来到业务科，对里面的中年科长又重新说了一次通电的请求。同志，我是科长柳白，原则上是不对生产队开放的，但是你们队的食品加工厂是咱们县的明星工厂，可以让工程科的同志去考察一下，不出意外的话可以把电价过去。柳白没有为难二爷爷，直接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二爷爷也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那就太好了，柳科长，加线路需要多少费用？能和其他大队分摊下吗？二爷爷有些忐忑的问道。咱给你们供电是以食品加工厂的名义，所以主线路只能是从镇上到食品加工厂为止。现在供电还是比较紧张的，要首先保证城镇居民和国营大厂的供电任务。至于费用，一个变压器2万块，电线杆一根100块，50米需要架1根。至于电线和人工是免费的。二爷爷一听这价格，顿时心里又打起了鼓。这可是不少钱啊！但是电必须得通。行了，柳科长，您派同志来考察吧，我们大队节衣缩食，也要把电给通上。沈队长既然决定了，那你等我消息，我帮你去申请。我是个会开挂的萌娃，空间系统能装天地万物。今天我又在山间寻宝，猴王在树上来回跳跃，我骑着野猪在丛林奔驰。八戒，停一下，这里感觉有点不寻常。我飞身下猪，从空间里移出10只猕猴，又把猴王从树上喊了下来。猴王，带着小弟找找附近有没有山洞，如果有宝藏咱就发达了。吱，猴王带着小弟火速出发查探，不久就回来表示没找到，一边还用余光偷偷瞄我，原来又想喝灵泉水了。你们这群泼猴，干点活就要好处。我从空间掏出瓶装灵泉水，众猕猴一把拿起小瓶子，小爪子捧起瓶子，把灵泉水喝了个干干净净。野猪王顿时急得原地转圈。八戒，别撒娇卖萌了，你也有。我一边吐槽，一边拿出小盆倒入灵泉水。野猪王这才满意的直哼哼。我来到一丛灌木前仔细查看，突然一只野兔窜了出来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孔洞。嗨，这8成是有货啊！八戒，过来干活，用大獠牙把这里清理出来。野猪王经过灵泉水强化，就像个推土机一样，一时间碎石纷飞，尘土飞扬，直到露出1人多高的洞口，竟然传来阵阵钟声。进到里面，竟然有一座道观。小友，你我有缘，进来一叙吧。老爷爷，刚才是你说话吗？是我说话，小福宝，你可愿意跟我学艺啊？这大爷笑得真猥琐，不是骗小孩的吧？小福宝不要骂人哈，老夫不骗小孩。老爷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有什么技能呀？嗨，我会的可多了，预知未来，画符抓鬼，看相算卦，你要学吗？老道士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一本正经的说道。哇，好厉害的老爷爷，你为什么要教我呢？因为你的空间能装万物，而且里面1天就是外面1年。空间竟还有这个功能，难怪里面4季都一样。老爷爷，我现在不能答应你，我要和娘商量。行啊，小福宝，我把道观移入空间，随时来找我就行，我送你一场大机缘。好呀，里面还有灵泉水呢，还有猴王和你作伴。紧接着道观一阵震动，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我进入空间，果然多了一座道观。哎，先不管了，今天是小姑的婚礼，得早点回去了。另一边，供电局施工队已经到了，电线杆也分批运了过来。得到消息的社员都很激动，围在情报交流中心闲谈。咱大队是全县第一个通电的生产队，这下可出名了。是啊，等通了电，孩子们晚上在电灯下学习，学习成绩很快就上去了，非出大学生不可。咱过的真是神仙日子啊！年底分红分着，现在电都要接通了。此时老沈家早已热闹得很，
大人们各自忙着摘菜洗菜，乡村大厨摆出了几口大锅，正在忙碌的炒大锅菜。小姑穿了一身喜庆的衣服，眉眼含羞，等着小姑父来接。最高兴的还是哥哥姐姐们，因为今天有吃不完的糖果。小姑姑，你今天好漂亮呀！哎呀，小福宝嘴真甜。其实咱们小妹一直都漂亮，只是咱们朝夕相处，看习惯了而已。是啊，小妹就是天生丽质。对了，小福宝，娘不漂亮吗？嗨，又把我当小孩逗了。娘也很漂亮的，我喜欢娘。哼，小没良心的，算你识相。大姑，您老这日子真是过好了，不像我们天天吃粗粮野菜。是啊，大姑，您要多帮衬着娘家侄子啊，咱可是一笔写不出2个留字。奶奶娘家的2个侄子，一边恭维着，一边哭穷。那你们说大姑应该怎么帮衬你吗？因为小姑出嫁，奶奶心情有些失落，2个不长眼的侄子还作妖，奶奶顿时有些压不住火了。大姑，我看前院有好几辆自行车，一会吃完饭我推走2辆呗，以后来看你也方便啊。对，大姑来看您是方便，还有家里房子也旧了，需要2000块钱重新修下。我们爹娘可是您的亲哥亲嫂子，您也不忍心让他们受这份苦，对吧？刘大牛和刘二牛舔着个大脸讨要东西和钱，周围的亲戚越聚越多，有的人目光中满是鄙夷。刘大牛、刘二牛，你们干的这是什么事？趁着表妹大喜的日子，张嘴就是2辆自行车，2000块钱。前几年给你们的东西和钱票，就当我刘桂芝欠你们的吧。现在麻溜的给我出去，我一眼都不想看到你们。大姑，您别生气啊，我们就是开个玩笑，不是真的要自行车要起来了，我们是真心实意来贺喜的。刘大牛和刘二牛看到奶奶毫不犹豫的翻了脸，瞬间方寸大乱。三江，叫几个人帮忙，把他们送出去。奶奶不为所动，直接下了送客的命令。众人早就气愤的不行，随后驾着刘大牛、刘二牛，直接把他们送出了村口。刘大牛和刘二牛对视一眼，满脸苦涩，灰溜溜的回了家。10点多钟，随着汽车的轰鸣声，迎亲的队伍终于到了。在众人的起哄和欢呼声中，小姑父胸戴大红花，满面春风的大步走进院门。小姑父来了，不给红包不许他进门。在门口放哨的哥哥立刻带着一帮熊孩子钻进了小姑的房间，指挥着把房门紧紧的顶上。你们先把门打开啊，打开门就给你们发红包。小姑父语气温柔，脸上带着狼外婆一般的微笑。小姑父，你少骗人，把红包从门缝里塞进来。放心，每人都有份，开门就给。农村的孩子们心思单纯，快速的打开房门，领完红包后见好就收。随后大家帮忙把3转1响和老沈家陪嫁的棉被衣物抬上了卡车，送亲的队伍也坐在车斗里，因为还有几十里的路要走。小姑笑着对亲人挥手告别，坐上了汽车，向着县城出发了。孙超在后面开着嫁妆车，向着看热闹的社员撒着喜糖，引得妇女儿童们哄抢。看热闹的社员们议论纷纷，怪不得小娟能嫁这么好，太漂亮了，就像挂历上的明星一样。新郎官也很精神啊，哎，我家那闺女就没这福气。哎呀，我说你们别聊了，该开席了。老沈家这次可是16道菜。走，赶紧占个座位去，晚了只能站着吃了。我是一个5岁萌宝，自带储物系统空间，在农村打猎卖萌耍宝。老沈家都说是祖上积了大德，才送我这么个小福星。这天我照旧上山寻宝，我拿出几10瓶灵泉水放在猴子们面前。小猴们都努力给我找宝贝，找的越多，赏的越多。重赏之下必有勇猴，猴子们听了双眼通红，立马满山遍野的找宝贝。我则是在树下悠闲的荡秋千，让2只小猴在后面推我，2个小猴格外的卖力。轻点，都快给我抡天上去了。过了不久，猴王跑到我面前直叫唤，我一看这是有情况啊，立马喊上其他的猴子抄家伙。猴王把我领到一处碎石堆面前，我一眼便瞧出这碎石不是自然形成，而是爆炸后的遗留碎石，这说明下面肯定有货。好，小乖猴，干得不错。然后我掏出10瓶灵泉水，一次性让猴王喝个痛快，直喝得他抓耳挠腮，飘飘欲仙。但这些碎石足有上千吨重，靠蛮力搬肯定吃力。我拍了拍智商180的小脑瓜，决定用空间将这些碎石吸了进去，再找块空地将碎石都扔出去，不到2分半就轻松搞定了。清理完下面竟然有处土洞，我让空气流通一阵，然后让猴王举着火把在前面带路。走进里面竟是一个小型军火库，山炮50门，迫击炮200多门，机枪上千挺。总之，这些武器弹药摆满了半个山洞。好家伙，有这些武器，老李都敢打太原城了。箱子上贴满了太阳旗，不用猜是2战时留下的军火，估计是当时撤退来不及，只能就地掩埋。这些要是让不法分子得到可不得了，会出大乱子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除此之外，里面还有一处小山洞，我刚一走进去，差点晃瞎我的双眼，里面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。太可恨了，这一定是当时的民脂民膏。看到这些东西，我心情激愤。不行，我要把这些都上交给国家。娘，奶奶。刚进家门，我便开始扯着嗓子大喊，奶奶和妈赶紧出来。奶奶一见面就把我搂在怀里。哎呦呦，我的福宝去哪里了？掉坑里了吗？我这才发现我身上脏兮兮的，像只泥猴。奶奶用手给我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这一擦，汗水和泥
脸顿时成了大花猫。我爹和爷爷呢？我有大事要告诉他们。奶奶赶紧把他们找了过来。乖孙，听说你找爷爷，我就火急火燎赶回来，老幺都差点闪。爷爷，要不是有大事，我也不敢惊动你老人家。刚才我去后山，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军火库和宝藏。哎呀呀呀，什么火？我没听清。军火库里面都是大炮、手榴弹呢。军火库，乖孙，你可别吓爷爷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你小子整天看连环画，是不是看错了？千真万确，都用箱子装着马在里面。我用小手比划着，生怕他们听不懂。哎，真有这个可能。早几十年，咱们这县是敌占区，那小鬼多着呢。爹，那怎么办？这事可不小，搞好了可是功劳一件。这样，赶紧去找你二叔，带上他赶紧去县里上报。知道了，咱这就走。大哥，这么着急去县里干什么？连撒尿功夫都不给我。二弟，刚才人多，没敢和你说。是这样，咱福娃在后山发现一个军火库。军火库？我还以为啥大。你刚才说啥？军火库？二爷爷反应过来，差点一头从牛车栽了下去，幸好爹把他扶住。这可不得了，是大事啊！你俩坐好了，让你们看看俺老车神的车技。二爷爷说完，狠狠甩了一鞭，老牛嗷的一声，撒蹄子狂奔，吓得爷爷和爹直喊：慢点，慢点，安全第一！大哥，咱为啥先来这里？刘刚刚好在这里，不得拉自己人一把？大哥说的在理。大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想找刘刚呢。有什么事不放心和我说吗？二爷爷警惕的左右看了一眼，俺们只想和他说。好，我这就带你们过去。爹三个，你们怎么大老远跑来了？出了件大事，你听我说。爷爷拿起桌子上茶缸，没管那么多，直接一口气喝干了。小夫妇一脸疑惑的看着，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。就今天，福宝在后山发现了一个军火库，还有搜刮的无数财宝。我的天！小姑父一脸不敢置信。我又将山洞里大致情形讲了一遍。小姑父听后激动的不得了，然后把我抱起来，举高高。我的小福宝太厉害了，你可是立了大功了，想要什么奖励啊？我什么都不缺，而且这件事我不能抛头露面，福宝奖励都不要。别说我发现的就行，就说我爸上后山发现的。爷爷一听，立刻明白了什么意思。还是福宝想的周到，孩子太小，让人惦记着可不太妙。好，姑父答应你，现在需要紧急汇报，你们稍等下。小姑父打电话给他爸刘县长汇报，刘县长高度重视，认为他是当前县里的头等大事。他立马调集了县运输队所有卡车，并命令全体人员集合，一起奔赴红旗大队。于是红旗大队的社员们看到一副出生以来都从没见过的景象，70多辆的卡车车队载着上百名全副武装的鼠蛇，气势如虹的开进村子里。这是咋了？这么大阵仗，要打仗了吗？别乱说，咱这是太平时候，打什么仗啊？没看见都是鼠鼠吗？哎呀，这么多鼠鼠过来，是谁家放矢？随着大队的喇叭声响起，二爷爷召集了全队青壮年，跟着一起进了山里收拾物资，忙碌了整整大半天，装满了整整好几十台卡车，然后就浩浩荡荡的开回城了。随后因为发现这批武器装备，小姑父刘刚破格提拔当了局长，爹在食品站也受到了通报表扬，提前转了正安排了副经理职位。奶奶的金孙孙哟，这次又沾你的光了。你小姑父和你爹这回算是有出息了。奶奶，福宝长大了也会很厉害的。好，奶奶等着那一天。我倒霉重生成1岁萌娃，在吃不饱的年代开挂逆袭。由于爹和小姑父升职加薪，二爷爷馋的脑袋都大了，看着自家儿子直叹气。当家的，咱也找大哥说说，帮咱金主和银主找工作啊。要说你说，我可拉不下那个脸。你呀，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我说就我说。二奶奶气愤地数落二爷爷，当了这么多年大队干部，自家过得还不如种田的大哥。另一边，老沈家在烧菜整酒席，爷爷正打发二伯去邀请二爷爷一家过来庆祝。这天大的好消息，不说倒下，老头子我会憋疯的。对，爹，我这就去叫二叔。随着人到齐，老沈家开了2桌吃席，小孩子肯定坐一起。爷爷庆祝的话刚说完，二奶奶就扯开了话题。当家的，老三这个食品公司经理是个多大的官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全县的供销社和国营饭店物资分配全是三江说了算，还有副食品收购也管。三弟这事站起来了，咱们老沈家往上查几辈，也没出过这么大的领导。二叔二婶，爹娘，还是小福宝功劳大，不是他发现军火库，咱家也轮不着立功受奖。我在一旁听到夸奖，连忙谦虚回应：爹，福宝的功劳就是您的呀。哎呦呦，咱金孙孙就是嘴甜。对，福宝是爹的好大儿。二奶奶满脸笑意应和着，但还是没忍住开了口：大哥，咱侄子有出息了，能不能给金主银主也留意一下工作？我们这一辈也就这样了，可孩子们还年轻啊。是啊，弟媳，但是我对这个不了解。爷爷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我爹问道：三江，你认为呢？你2个堂弟可以去县城吗？而二爷爷虽然没开口，但眼中也满含期望。做爹的都希望儿子有出息，怎么会不行呢？2个堂弟人机灵又踏实肯干，在哪个厂里都能干好。有机会进县城工作，
以后孩子还能到县城读书，当家的你可要帮堂弟留意一下。三江哥，谢谢你。说真的，以前大家都干农活，我也没多余的想法。可是自从你们去了县城工作，我也早想出去闯闯了。是啊，三江哥，我们不是认为干农活不好，就是想出去长见识，不想稀里糊涂过一辈子。两个堂叔听到爹表态，开心的嘴都裂开了。大侄子，那就麻烦你了，多替他们操点心。对，大侄子辛苦了，咱可是一家人，骨头断了还连着筋呢。二叔、八婶，我在厂里上班，接触到的人不多，不过我都会留意着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不管最后成不成，二婶都记着你们的好。老妹子，你说什么呢？咱老沈家是大家庭，只要能帮得上，一定会尽心尽力。对，一家人说啥记好呢？哎，好，不说了，金柱银柱，快跟两个哥哥喝一杯。接下来饭桌上的气氛更加热烈，只有我皱起了眉头。没记错的话，大改革将要开始了，现在去花高价买工作，可有点吃大亏了。而我又不能说出来，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，说出来大家也不一定信，还会让二爷爷一家多想。随着酒席的结束，哥哥姐姐都跑去分完了。自从生产队通了电，吃过晚饭，大人汇聚一起聊天，孩子们就在一旁打闹分完。我独自回了屋，用小手托着脸发呆。奶奶刘桂枝和娘进了屋。金松松，怎么没出去玩啊？是哪不舒服吗？奶奶，娘，我没事，就是有些事呢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哎呀，小福宝，有什么事呀？和娘奶奶说说。娘摸了摸我的小脑袋，温柔地问道：哎，还是说了吧，信不信就看他们了。娘，奶奶，就是堂叔买工作的事情，可能现在不合适，因为不久后全国大改革，弄不好就是人财两空了。我隐晦地对娘和奶奶说了出来。福宝，这是老神仙对你说的吗？那你爹和小姑姑呢？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奶奶刘桂枝对我的话一直深信不疑，马上对未来充满了担忧。但有可能影响不大。我将事情讲解了一遍，如果发生最坏的事情，最多就放弃县城一切，让大姑和小姑都回来，在农村种田也没什么不好。奶奶，娘，你们放心，有福宝在，咱老沈家在哪都能过得好。福宝，你早就有了打算，那还担心什么呢？担心你堂叔刚买到工作就停工吗？娘，奶奶，二爷爷是亲人，我明知道结果不好，却又没理由来阻止，心里感觉不好受。我有些无奈地回答道：小福宝，事情也许还有转机，你堂叔就是羡慕才起了心思，如果在生产队就有一份事业，估计就不想去县城了呢。娘的意思是在生产队给他们找事情做。哎，不过我先去探口风，如果他们一心要去县城，以后真发生不好的事情，那往后尽量补救一下就好了。福宝听娘的。还有小福宝，你能预知未来的能力，这是咱们家的秘密，再亲的人也不能让知道，懂吗？娘严肃地交代我。对啊，金森森，你娘说的对，什么都比不上你的安全重要。娘，奶奶，我压根没打算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我才没那么傻呢。哼，小坏蛋，害娘担心你，罚你晚上帮我洗脚。好呀，我给娘脚底挠痒痒。好了，金森森笑了，奶奶也高兴了。都高兴。对了，娘，你有没有想法？咱在大队弄什么事业？福宝，娘的想法是食品加工厂制红糖，会有很多甜菜废渣，就大队那几头牛和猪根本吃不完。所以你想办养猪场是吗？是的呢，还想办养鸡场。福宝支持你，咱可以给刘爷爷提议，在全县范围内大范围搞养殖。福宝，娘没有听明白，为啥要大范围养殖？娘，奶奶，你们想，如果以后全市都要清丰县提供肉和蛋制品，刘爷爷和小姑父还有爹的位置，是不是会更加的稳当？大改革也需要吃饭呀。我明白了，把清丰县打造成养殖大县，这样咱们就会有所依仗，在大改革就能掌握主动。是呀，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只要大家把日子过好了，这样也有利于咱们平稳度过这次危机。这个5岁重生萌娃带领全家开挂逆袭致富，空间的稻田不间断成熟，所以仓库粮食堆积如山。媳妇还把我拉到房间，是要说悄悄话吗？爹一脸猪哥相看着娘，猥琐地说道：哎呀，你正经一点。爹，我们有事要跟你商量。好，你们说我认真听。接着娘就把办养殖场和在全县推广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们的想法很好，不管福宝说的大改革会不会发生，我全力配合你们。爹，我可以提供饲料，需要你想办法过一下名录，毕竟是长期供应全县饲料。这个好办，我以食品加工厂的名义到县城租厂房做仓库，你定期去投放饲料，我就说从市里弄的配额。爹，厂房要大偏僻点，我星期六、星期天过去放货，其他时间就出货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固定放货时间，被人撞见可不好解释。好，福宝，那饲料怎么定价？我想1吨40块，1斤才2分钱，大家应该能接受。好，那先暂时这么定，咱们现在就去找二叔。二奶奶迎着我们进了屋，还拿出了花生瓜子招待。大侄子，
你这专门过来是有什么事吧？二叔，我们想在生产队再建一个养猪场和养鸡场，解决这糖厂甜菜废渣问题。可甜菜渣就夏天有，冬天可没东西喂，还有养殖技术呢。说起种植和养殖，二爷爷作为生产大队长，直接问了核心问题。爹忙把刚才的规划说了一遍。行，如果问题都能解决，又能给社员们创造收入，我沈满屯什么都敢做。二爷爷开窍了。是呀，二爷爷，种庄稼只能填饱肚子，想过好日子就要积极创业。哎呀呀呀，对，小福宝觉悟真高。二叔，那咱明天就去找刘县长。三江，这点小事我到公社去说就行了，不用麻烦刘县长吧？二爷爷疑惑地问道。二叔，您糊涂啊？公社能同意吗？队里的食品加工厂，公社早就眼红了，其他大队可是和公社平分，咱可是1分钱没给过。哪叔明天陪你去县城。能好，二叔。回家后，我从空间拿了野味出来，6只羊，6只山鸡。爹，二伯，麻利点干呀，明天弄好就行。放心吧，我的小福宝。第二天早上，爹背着背篓来找二爷爷。二叔，这野山羊和野兔，您留着过年吃吧。爹边说边往外掏肉。行，大侄子客气了，别说野山羊还够肥的。二爷爷，一家人不客气。哎呀呀呀，福宝，是二爷爷不对。因为前2年社员们普遍生活困难，社员们送他都不收，因为山上的都归集体所有。随着这几年生产队建了食品加工厂，沈满屯也成了风云人物，各级考察团过来参观，在交往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，说话办事圆滑了许多。娃他娘，我跟侄子们去县城了，你带着儿媳妇把野山羊处理一下。二爷爷临出门还不忘交代二奶奶，当家的你就放心吧，不会耽误你晚上喝羊汤。随后让老憨叔把他们送到镇上，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。到了后，几人直奔机关家属院走去。哎，同志，这是机关家属院，不让外人进出，你们找谁？同志您好，我们找刘县长，是他家的儿媳妇的哥哥。好像有点印象，我进去汇报一下，让刘县长的家人出来接你们。亲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小姑姑，好想你呀。福宝，我也很想你。二叔、三哥，一路辛苦了，快坐下喝茶。哎呦，沈大队长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刘县长，快过年了，带三江和福宝来看看你。哎呀呀，满屯兄弟，这是在家里，没有县长，只有亲家。爹把带来的肉摆了满满一桌子，刘湛父子和陈玲玉看得一脸呆滞。真豪横啊，第一次见走亲戚带这么多肉。三哥，太多了，分成2份吧，给大姐送过去一些。不用小妹，大姐那早留好了。哎呀，这弄得多不好意思，上次我就随口说的，没有想到你真送了。陈玲玉看着满桌子的肉，心里又是感动又是难为情。陈阿姨，您别跟我们客气，打猎对我们兄弟来说就是遛弯的功夫，一点也不麻烦。嗨，厚脸皮的爹，吹牛不用打草稿。行了，那阿姨先去做饭，你们聊。刘老哥，我们这次过来不光是来看看你，顺便还有事想听您的意见。二爷爷开门见山，直接引出话题。满屯兄弟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刘老哥，是这样的。二爷爷按规划又解说了一番。刘老哥，您认为我的想法怎么样？二爷爷问完，一脸期待地等着刘湛答复。你的想法是好的，不过不太现实啊。全县大范围搞养殖，要大量的猪仔和鸡苗，咱们县里根本满足不了。刘湛不愧是领导，又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核心。刘叔，这些问题不难解决，咱第1年可以在各个公社建立试点养殖场。第1年的任务就是育种，把猪仔分给各个生产队，猪仔的问题就解决了，鸡苗就更简单了，让各队自己孵化就可以。饲料问题，我们食品公司可以帮忙解决。我爹沈三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刘湛仔细分析了一下，认为完全可行，情绪逐渐变得激动起来。三江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养殖场还真能操作，不过饲料价格可要定便宜点。这个肯定便宜，但是得另找地方做仓库。我爹信誓旦旦做出保证，顺便提出了需求。这不是问题，建国前咱们县里的大粮商库都是闲置状态，你有时间了过去挑一个，我给你批。随后2人越聊越投机，逐步完善其中的细节。我也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，只有二爷爷一脸蒙圈，合着这是我起了个头，就不需要我了。现在可以开饭了。刘刚，开1瓶酒，你二叔和你三哥又带来好消息，我今天要陪他们几杯。我有难搞。我是重生的5岁萌娃，开挂带领全家逆袭致富。县长刘爷爷答应养殖场可以在全县大力推广。我和爹到了县城找仓库。爹，仓库越偏僻越好，如果周围有人住的话，只见出货不见入货，早晚会出问题的。我一边说一边四处张望，寻找适合的地方。那咱就往南走，离城区工厂远人就少。好。一直快要走出县城，终于看到了一个仓库，而且周围没有建筑，看起来荒废已久。斑驳的墙面上隐约能看到云记粮仓4个字。爹，这就很好，方便咱们过来放饲料，而且是粮仓防潮也很好。行啊，福宝既然看好了，我去找你刘爷爷申请，
今晚去你大姑家睡。好呀，福宝想和表哥玩。正当我俩准备回去，却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12、13岁瘦弱的小男孩，还拿一个大扫帚。见有人看他，转身就跑了。爹，那个小哥哥好瘦小呀，县城还有生活这么差的人吗？福宝，这应该是以前地主家的孩子，他们没地挣工分换口粮，只能干扫大街的工作。看着好可怜呀。拥有前世记忆的我，对他的遭遇有些于心不忍。爹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。福宝，没有自保能力之前，不要和他们接触。清风县水深得很，所以一定要谨言慎行，知道吗？嗨，又把我当小孩了。福宝知道了。这才乖嘛。走，咱回大姑家去。福宝弟弟，你去小姨家这么久，我都想你了。表哥，我也很想表哥呀，你带我去玩吧。好，爹刚给我买了玩具。大姐，你不知道中午刘叔太热情了，我和二叔被欠的多喝了几杯。三弟，咱们经常见面，第一次在小妹家吃饭，多聊一会应该的。对，要不是我上班，我高低要陪你们去。接着大人们聊了不久，便各自早早睡觉了。隔天回到镇上后，坐上了老憨叔的牛车。老憨叔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回来啊？你这臭小子，昨天宋大队长去县城都说了，我就赶早等着接你们。老憨叔在车上敲了敲烟袋，一脸憨厚的说道：老憨叔，辛苦你了。谢谢老憨爷爷呀。嘿嘿，不用谢福宝。老憨叔，下回可别再等了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嘿，你这说的啥话？你老沈家对我不薄，特别是你二叔。老憨叔一边改车，一边絮叨年轻时的往事。原来老憨叔年轻时扛大包，为了多挣几个铜子换饭吃，累坏身子，从此做不了重活，一家人都快活不下去了。当大队长的二爷爷照顾他，让他赶牛车运送人和粮食，才能把几个孩子都养活大。平时我笨嘴不会说，但这份情我永远记在心里。老憨叔，你不用一直记着，照顾好每一个社员，是我二叔该做的。嗨，没想到二爷爷虽然脾气犟，但对大队社员是真好。才一晚上没回家，爷爷奶奶都围着我，好像是1年没回家的样子。哎呦，我的金孙孙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晚上睡觉冷不冷啊？爷爷的小福宝啊，昨天吃饱饭没有？奶奶，爷爷，大姑家好暖和不冷，小姑做了好多菜呢，福宝都吃撑了。对啊娘，大姐家不冷，要不是太晚了，我昨天就想回来。不冷就好，真要是冻坏了我的金孙，看我不打破你的猪脑袋。接着爹把办养殖场的事情还有饲料的事情简单的对老两口做了汇报。爹娘，我是办正事去了，这才耽误了回家。爹说完之后，期待的看着老两口，一副求表扬的样子。好啦，想法和思路又不是你提的，饲料是福宝给的，你就是个被推出来的冒牌货，还有脸求表扬啊？对，你活了这30多年，最大的成绩就是娶了你媳妇，生了咱家小福宝。小福宝，你说爷爷奶奶说的对不对啊？奶奶说的对，爹的脸比城墙还厚。奶奶吐槽完儿子，又逗起在一旁玩的我。娘和二伯娘在旁憋着笑，我爹顿时泄了气。大意了，原来娘什么都知道。趁着大人聊天，我进入空间查看了一番。侯群酿的果酒加了灵泉水，带有浓郁的瓜果香味，比以前香味更加醇厚了。我决定装点出来给家人喝，顺便还拿出了5斤鲍鱼、5斤章鱼须和10斤的大龙虾。娘，晚上庆祝下吧，我拿了你们没吃过的菜，让爹陪爷爷喝几杯。好，娘这就去做。接着我迈着小短腿在厨房指挥海鲜大餐怎么做，生怕他们浪费了食材。不多会，饭菜都做好了，一家人齐齐整整的上了桌。福宝弟弟，这是什么？根啾啾的，真好吃。哥哥，这是鲍鱼，大海里的生物。可是它长得也不像鱼啊，没有头，也没有尾巴。它的名字就叫鲍鱼，因为它生活在水里，所以名字里带了一个鱼字。福宝弟弟，这又是什么？脆脆的，味道太鲜美了。这是章鱼足，也叫章鱼须。福宝弟弟，是鱼脸上的胡须吗？你没乱编骗我吧？是真的，大姐。章鱼长得比较奇怪，上面是一个大大的脑袋，下面长着8条章鱼腿呢。哎呀，你们这群小鬼，快点吃吧！你福宝弟弟顾着说话，他可一口都没吃上。不过话说这虾米怎么长这么大啊？这也太好吃了。爹，这叫大龙虾，是海里的生物，河里的河虾才叫虾米。一家人一边吃一边问，对于未知的东西，大家都有很强的探知欲，只有爷爷奶奶没有插话，不过都在听着我的回答，因为他们也不认识这些东西。既然孩子们都在问，他们就不用不耻下问了。直到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，欢声笑语还飘荡在沈家大院。我重生成5岁的萌娃，开挂带领全家逆袭致富。为解决养殖场饲料问题，我反手在空间拿出800吨。爹，您出去帮我看人，我这就求老神仙往仓库放饲料。好，你放心，保证一个苍蝇都进不来。接着我那憨爹出去后，我进入空间仓库里，玉米稻谷堆积如山，还有炼油剩下的菜籽饼。经过不断的摸索，我发现在空间种各种农作物，只要成熟后送进加工厂，
就会自动加工放进仓库。我把玉米、菜籽饼混杂，用意念重新送进了加工厂。再出来时已经是成品饲料，饲料从空间里放了出来，整整齐齐的码在一起。我一次性放了800吨出来，仓库才用了一半不到。福宝，这放了多少饲料啊？仓库都用了一半。爹，一共800吨，我让老神仙多放了一些，省得我来回跑了。好，还是老神仙考虑周到，心疼福宝。爹对我的话深信不疑，一个心疼宠爱福宝的老神仙形象，在他脑海里越发丰满起来。爹，别发愣了，咱锁上仓库，快回去吧。哟好，你大姑和小姑也应该到了，要不去国营饭店买点菜？不要，国营饭店也就家常菜，还是带海鲜回去吧。对姑姑们就说是你用食品站渠道买的。行，都听你的，现在就拿出来吧。好的，爹。随后我从空间拿出了一个大背篓，里面装满了鲍鱼、大虾、扇贝、生蚝等常见海鲜。大龙虾和帝王蟹算了吧，实在是解释不过去。回到家时，大姑小姑早到了，两人和娘正热闹的聊天，我瞬间又成了焦点。小福宝又去哪疯玩了？天天玩可不行哦。小姑，福宝没有玩，福宝很乖的。哎，我正有想法呢，想让小福宝去上学。是呀，三嫂，你的想法我支持。嗨，重生成小孩真麻烦，跟一群小孩学习1+1等于几，想想就觉得可怕啊。娘，小姑，福宝还小，不想去呀。最迟明年，你一定要上学，读书可以启智，读书可以明理。是呀，福宝，千万不能仗着自己聪慧，忽略了读书识字。关系到我的问题，娘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立志要做一次严母。娘，我知道了，明年我一定听您的话。我很识时务，答应下来，先把这一关糊弄过去再说。嗨，救星说来就来。我立马装出委屈的样子，眼角硬挤出了几滴眼泪。奶奶，福宝肚子饿了。哎呀，好，奶奶这就做饭。奶奶转身就对着娘笑骂道：“你们还愣着干啥？欺负我的金孙！麻溜去厨房帮忙去。”哎娘，我们这就去。接着他们几个狼狈的溜走，我乐得咯咯直笑。哼，他们就是闲的，咱金孙这么小上什么学？是呀，奶奶，福宝不要去，福宝是奶奶的开心果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刘县长居然也来了，此时正坐在那里和爷爷有说有笑喝着茶。刘爷爷您也来了，我爷爷天天在家念叨，老说跟您相见恨晚呢。嗨，主要是怕你刘爷爷工作忙，不敢贸然打扰。沈老弟，小福宝说的对，要不你和老姐姐也搬到县城，咱们也能经常走动。刘老弟，以后再说吧。但是孙子孙女们有2个就要上初中了，如果让孩子到县城上初中，说不定我和老婆子过去做饭呢。哈哈哈，那感情好啊！我在县城等老哥和老姐姐。一个县长，一个老农，老哥俩聊得越来越投机。小姑父刘刚则给俩爹续着茶水，而我溜进了厨房做海鲜，自己要去指导。我只说了一个大概，大姑小姑就把海鲜都处理好了。爷爷，刘爷爷，饭做好了。刘老弟，咱们一步吧，边吃边聊。怎么会有海鲜？咱们内陆可是稀罕东西啊。因为高低是个县长，所以吃过海鲜，但是只有各省的省城才有可能有很少的配额。刘叔，这是从特殊渠道弄来的海鲜，大家尝尝味道。好，大家一起吧。那今天可是有口福了。三江，我不打听你特殊渠道是什么，只要你能守住底线，其他的在我这都不算问题。刘爷爷的反应让我松了一口气，他果然不是迂腐的人，以后可以结为生意同盟。刘爷爷，海鲜还有很多呢，让小姑带回去一些，让陈奶奶也尝尝。哎呀，福宝，这可不行，太贵重了。不行，刘爷爷，一家人不客气，您的儿媳可是我的亲小姑。上一世我独自摸爬滚打，好不容易爬到话事人位置，所以对人情世故炉火纯青。刘爷爷被说得哑然失笑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为人处事比成年人还老道，要不是时代限制，真不知道要成长到什么地步。对，我以后有了孩子，一定要让他跟小福宝多学习。哎呀，刘老哥，都是孩子们一片心意，别推辞了就。行吧，那就跟小福宝不客气了，我再说就是不识抬举了。随后大家哈哈大笑，气氛顿时活跃了不少。不过随后的好酒更是让刘爷爷震惊了。哎呀，这酒是什么酒啊？香味醇厚，简直太好喝了。刘爷爷，这是我进山玩发现猴群酿的酒，福宝都没尝过呢。好，小福宝真是福缘深厚啊，这等宝贝都能发现。福宝这臭小子还葬得挺严实，我这做爷爷的都拢共没喝过几回。来，刘老哥，咱今天喝个够。好，来干了。随着酒精的作用，饭桌上也逐渐热闹了起来。爹和小姑父喝得面红耳赤，两人交头接耳说话，时不时还发出阵阵失笑。这应该就是男人的快乐吧？而一帮女眷就斯文了，就是浅尝了一口就不喝了，一边优雅的吃着海鲜，一边满脸幸福的看着自家男人的憨样子。因为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能有如此的生活条件，每个人心里都非常的满足。欢快的时光过得很快，大姑小姑一家人坐上了牛车，去了镇上赶最后一班车。爷爷奶奶不舍得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离开，而我此刻也充满了斗志，准备开始养殖场的下一步计划。Oh no!
我重生成5岁萌娃。在80年代全村开挂致富，养殖场开始正式动工。我和爹找刘县长商量细节，竟然给了一个大惊喜。娄叔，您看还有要补充的吗？其他没有什么了。我给你们大队特批一部电话，这样联系起来也方便。娄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支持你们工作，可不是嘴上说就行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农村通电话非常困难，所以我的憨爹才会惊喜。嗨，一部电话激动啥？我空间里多着呢。不过我还得装惊喜的样子。谢谢刘爷爷，有了电话，爷爷在村里就能找你聊天了。是呀，小福宝，回去记得把好消息告诉你爷爷。我会的，刘爷爷。紧接着，我和爹告别刘县长，我急火燎的回了家。回家后，爹就和爷爷奶奶汇报了电话的事，老两口也非常高兴。二伯娘，我娘没在吗？你娘在牛棚那边，你二爷爷说养殖场要建在那呢。那我去看养殖场建的怎么样了，我要把好消息告诉二爷爷。好，你去吧。我转身迈开小短腿就跑了出去。哎呦，我的金丝你慢点。知道了，奶奶。娘，咱村要通电话了吗？那是不是二柱也能听电话了？是真的，怎么想二柱了就直说别。哎呀，娘，你说啥呢？我就随口问问。行了，娘懂。不过你呀，可别想着占大队便宜，那是为了工作才通的电话。我懂，我才不会给老沈家丢脸。我看满屯知道消息，又会显摆了，全县生产队又一个第一。你个老头子，显摆就显摆呗，这回我支持他。我一路小跑到了山脚下，青壮社员们正在热火朝天施工，娘和二爷爷正指挥拖拉机把红砖卸到一旁空地上。娘，二爷爷，我从县城回来了。哎呀，小福宝来了呀，事情都办好了吗？办好了，娘。刘爷爷说要给咱通电话呢。哎呀，我没听错吧？大队要通电话？是真的呀，二爷爷，刘爷爷亲口说的。好，通了电话就方便了。你堂叔金柱银柱还闹着要去县城工作，这回我看在大队也挺好。是呀，二爷爷，2个堂叔等养殖场建成，负责管理就行。我看他俩要向你娘学习，扎根在生产队，为集体做贡献才对。哎呀，二叔，您又说笑了。二爷爷，不如现在就去找堂哥，让他们尽快参与进来。我看行。回来，二爷爷把刚才的话又对俩堂叔说了一遍。金柱银柱，话我都说完了，你俩有啥意见？爹，我没意见，觉得在大队也挺好。大哥，你当然没意见了，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还想出去闯闯找个媳妇。小福宝，你2个堂叔是什么意见呀？娘，都说好了，福宝嘴巴都说干了，最后拿捏了堂叔的软肋，他们才同意的。你这小坏蛋，你堂叔老实巴交有啥软肋？娘，这是我的小秘密，不能告诉您。哼，囊才不稀罕知道，臭小子一肚子坏招。接着，娘找到爹和爷爷奶奶，几人商量食品厂的事情。当家的，我想装上电话后，把号码印在红糖和山楂罐头上，这样城里要货就方便了。对，媳妇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爷爷奶奶看着他们夫妻一唱一和，老两口顿时满怀欣慰。家庭和睦，子女孝顺，这才是他们最希望。趁着他们畅想未来，我去到工地参观，看看有没有能提供建议的地方。二爷爷，您能给我说下养殖场布局吗？行啊，福宝，养殖场分为2个区域，一区是养猪场，2区是养鸡场，中间是仓库生活区域。然后你看远处山脚下那一大片正在平整的场地，是给养殖场沤肥用的，这可是最好的肥料。怎么样，福宝，没有什么纰漏吧？二爷爷一脸得意地问我。二爷爷，你考虑的挺全面，就是还差一样东西。还差什么？你说来听听。趁着现在还在挖基础，变动起来也方便。二爷爷愣了下，他和娘商量了好几次，难道还有纰漏不成？二爷爷，那就是水源和排水系统。养殖场建在山脚下，离河道太远了，取水不方便，需要打一口井。哎呀，这好办，我马上安排。那你说的排水是啥？二爷爷，排水系统简单，在厂区里挖几条沟，沟里砌上红砖，盖上石板，隔一段留一个空位就行。这样清扫完，用水冲洗一遍，就能够保持养殖场的卫生。哎呀，福宝啊，你这小脑袋瓜太聪明了，比我想的还要全面。多亏你过来转转，建好后再挖沟就费劲了。二爷爷边说边揉着我的小脑袋，把我这小侄孙夸的简直是天上少有地上无双，日子平静如水的流淌着。转眼间就过去了几个月，养殖场终于全部完工，饲料和猪仔也运了过来。县兽医站派了2名兽医，常驻在大队负责值头。二爷爷开了动员大会，宣布了养殖场正式启动，养猪场由沈金柱负责，还安排了数十个社员帮忙，然后要求社员们鸡蛋都别吃了，全部留着让老母鸡抱窝，孵出来的鸡仔卖给养鸡场饲养。养鸡场由沈银柱负责，同样安排10名社员帮忙。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，可是你们也都忙了，小福宝也天天不着家。我说老婆子，你这是又抒情来了，这日子以前咱想都不敢想啊。奶奶，这是暂时的，等以后厂子做好了，大家就都有时间了。是啊，娘，您老就别担心了，我们会照顾自己的。娘，咱家这是过好日子呢，别不高兴了。好，
娘就是随口说说，知道你们都孝顺。哼，老婆子你知道就好，别净长些没用的幺蛾子。我说沈满仓，你是皮痒了，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随后老两口便对战起来，爷爷顿时抵挡不住，麻溜的找借口出去躲灾了，逗得众人又是哈哈大笑。童生的5岁萌娃靠前世智商卖萌耍宝，这次仓库再遇神秘少年，没料到他家古董无数，爹劝说老两口去县城，二伯和我争宠被嫌弃。娘，孩子们都大了，您和爹去县城享享福吧。是呀，娘，沈玉婶刚放学了，还主动会去捡柴，家里没有啥好牵挂的。两人都对老两口去县城小住十分支持。老三家的，你白天太忙，我把福宝带去县城吧，不然留他一个人孤零的在家，我在县城一天也住不下去。娘听到问话，不由得愣在那里，她也不习惯我不在身边，决定还是问我。福宝，你想留在家里，还是想去县城呢？嗨，要做选择题吗？娘，我去县城吧，爷爷奶奶去了县城，他们就该无聊了。喂，这话我不认同，我们都在县城，怎么会无聊呢？没有你们皮猴子吵闹，你爷爷奶奶说不定心里高兴着呢。二伯撇了撇嘴，自我感觉良好的说道，瞬间就戳中了奶奶的逆鳞。要知道我可是奶奶的心头肉。二伯啊，二伯，你是不清楚自己定位啊。沈老二，你说的啥话呢？你们几个绑到一起，也没有我的金孙孙重要。福宝不去，我哪也不去。本来奶奶听到我要去陪自己，心里高兴又感动。紧接着二愣子二伯说的话，奶奶顿时火冒三丈。娘，您怎么？别叫我娘，我不是你娘。二伯顿时一脸委屈，刚要开口解释，却被无情打断。嗨，算了，就二伯一命吧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福宝记得县城的路，等到了县城，我陪您去转转，保证不会迷路。哎呀娘呀，金孙孙这么厉害啊！那奶奶可要去县城瞧瞧。奶奶立马多云转晴，眼看老太君消了气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徒留憨憨二伯暗自委屈。还二哥在娘面前跟福宝争宠，活该遭玉华铁炉啊！决定之后，二伯娘张招娣、麻里去帮忙收拾行李。福宝，娘给你带了全家福，想拿了就拿出来看看。娘，我们在县城住不了几天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哎，娘知道你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娘呢，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娘，知道您疼我，福宝会很乖的呀。哎，是娘太矫情了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，娘。到了县城大宅后，大姑小姑都来了，陪着老两口说话聊天，而我拉着爹走到一旁。爹，仓库饲料还有多少？需要补充库存吗？还有50吨呢，10个公社各拉走了60吨饲料，明天下班我把钱带回来。那我下午去把饲料补满。头，下午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爹，我自己能去。我其实是想单独会瘦弱少年，摸清他到底什么来路。每次都遇见少年，这不是巧合。那怎么行呢？城南很混乱，自己去太不安全了。爹，城南再危险，可我有老神仙呀。那好吧，爹知道福宝不是普通人，但万事还要小心。放心吧，爹。我来到饲料仓库，在另一边又放了200吨饲料，随后在仓库外等了起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瘦弱少年又出现在那了。小哥哥，我每次来仓库都看见你，你是故意来见我的吗？不是。既然不是来看人的，那就只有仓库了。小哥哥，那这仓库原来是你家的吗？温粮仓是我家的，我早晚要拿回来。少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出现了激动的表情。见到此情景，我连忙安抚，从空间掏出3个大肉包子。小哥哥，你别激动，我请你吃肉包子。不用，我不饿。你就拿着吧，我有一个怪毛病，只有跟别人一起吃，我才吃得下。小弟弟，这世上哪有这种怪毛病呀？嘿嘿，我逗你玩的呢，包子再不吃就凉啦。少年也被逗得笑了起来，接过包子几口就吃完了。小弟弟，谢谢你，这是我10年来第一次吃肉。云龙哥哥，我们是朋友，不用客气，以后我找你玩呀。小弟弟，你不用找我，我住的地方太混乱，我工作就是扫这条街，你来这就行。接着这个叫云龙的少年讲起了他家的往事。原来云家比较特殊，在他的爷爷这一代积累了万贯家财，富甲一方。战乱时期就开了粮库，让村民把土地田产先抵押到云家，然后按市价给他们折算钱粮。没有想到土改的时候，由于拿着大量的土地，猛然的被划分成地主，直接就没收了全部家产。这云记仓库原先就是他家的。嗨，真是命运弄人。云龙大哥，我给你指一条路子，就看你敢不敢做了。你尽管说，只要让我娘过得好一些，不违背良心，我都能做。云龙哥哥，你住的地方有很多和你家一样的地主阶级吧？我相信他们有藏起来的东西。沈弟弟，你是让我去偷东西吗？这绝对不行。不是，云龙哥哥，我给你粮食或生活物资，你去找他们换。这当然可以，因为身份问题，街道办盯得比较紧，我们不敢轻易拿去黑市换东西。我听完瞬间精神起来。为什么改革开放后，曾经的富商又成为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人？就是人家不缺启动资金，一条大黄鱼换100块钱，或者换325斤细粮，古董和字画，只要不是太离谱，都可以给他们换。
空间不断有出产各种粮食，用粮食换经营古董，几乎没有成本。当然可以了，沈弟弟，回去就帮你问，我家里也有呢。云龙哥，你家的不要卖，你帮我收古董玉器，我每个月给你100块做报酬。因为我很看好云龙的未来，所以决定开高薪，算是提前投资了。这也太多了，我和娘最多10块钱就能吃1个月的饭。云龙哥，这是你应得的，你只管安心帮我就行。接着我交代了住的地方，就快步往回走了。因为出来太久，奶奶又要担心了。刚回到大宅子门口，就听到爷爷奶奶在训斥老爷：“你这个当爹的还能没谱一些吗？居然让福宝独自一人去了城南，为什么不跟福宝一起去？”娘，福宝不让我陪着，非要自己一个人去，还说自己有老神仙保护，安全绝对没问题。我说三江，这可不比咱农村，万一有啥事，你说怎么向他娘交代啊？哎，您二老也知道，福宝决定了的事情不让他去，他肯定会自己想办法。憨爹三江语调委屈，满肚子冤枉，可怜巴巴。顿时我觉得挺好笑，但是又觉得自己太任性。这个重生萌娃太牛了，竟然教县长怎么做好工作，而且还说服穷困富三代，仅用粮食就换来古董金条。云龙大哥，是不是有人要换粮食啊？是的，不过他要换的有些多，不知道弟弟你能不能凑齐？你说说看。在这个填饱肚子都困难的年代，我相信他们没有过分的要求。3条大黄鱼换100块，和50斤肉10条棉被，5条小黄鱼换100斤大米和白面。嗨，就这些东西呀，没问题呀，这些我都有。你带我去你家废弃山洞，晚上你就可以来取东西。好的，我们别一起走，别人看到对你影响不好。好的，云龙大哥，我随后就到。我用稍作掩护，从空间拿出一个手电筒，照亮了这个山洞。这个山洞不潮湿，你家当时怎么藏点粮在这呀？我也想呀，但是粮食放久了长虫子，其他东西按我家的成分，要是被发现是会万劫不复的。也是，资产阶级去黑市被抓，那就是天大的事情。这是资本主义思想残留，这是死不悔改。是啊，不说这个了，我相信以后会好起来的。会好的，云龙哥哥，到时你来拿货，金条你先藏好，你的工资我也放这，记得收好就行了。谢谢沈弟弟，你真这么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你放手帮我换就行。一句话又让少年云龙感动的双眼含泪，因为还没人这样相信他。接着我打发他先回去，从空间拿出大米和白面、被子、猪肉，还免费送了一些葱姜蒜。这是第一个客户，一定要让他满意。谁叫咱小福宝这么善良呢？到了家，爷爷奶奶在坐着喝茶，我有些心虚的走了过去。小福宝，你过来，又去哪里玩了？奶奶把我叫到身边，伸手揽在怀里。奶奶知道把你当成普通孩子管，可能会对你发展有所束缚，但奶奶还是忍不住担心，你不会觉得奶奶很烦吧？奶奶，福宝不会觉得你烦，有您管教和疼爱是最幸福的事情呀。不烦就好。奶奶知道你有手段，但是要保证自己安全，知道吗？我和你奶奶刚才商量过了，以后尽量不过问你的事情。奶奶，爷爷，都是我不好，以后福宝会注意安全的。我再次对奶奶保证道。好，奶奶相信你。奶奶去做饭给金孙吃。福宝，我不知道你说的大运动是啥，但爷爷觉得不是你一个人能改变得了的，你可以努力试试。尽人事听天命。爷爷沈满仓很矛盾，既为我所做的事感到自豪，又为我感到担忧。爷爷，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想避免这次大运动，只有让刘爷爷县长改变，才有可能保住清风县。是时候利用前世的记忆了。接着我从空间拿出2瓶好酒、一些瓜果和礼品，怂恿爷爷带我去见刘县长。行啊，我也想刘老弟了，咱等你爹回来就去。刘叔叔，感觉最近的会议比往年要频繁许多，把正经事都耽误了。这也是我担心的。下边的人念歪了经，开始兴风作浪。刘战叹了一口气，表情愤怒又有些无奈。大，县城有我盯着，乱不了，我会带同志们保证社会稳定。刘老弟，我对你没有信心，保好咱清风县就行。这点我还是有信心的，毕竟我在这经营了10几年。刘爷爷还是要谨慎对待，以后形势会越来越紧张，您要做好准备。我忍不住出声提醒，自信是好，但不能盲目。那小福宝有好建议吗？说出来让刘爷爷听听。刘爷爷，我认为您要走到群众中去，多去公社和工厂慰问基层阶级，让您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。然后要引导学生思想观念，他们最容易被误导利用。我结合前世的经验，把刘战听得愣在那，久久没回过神来。刘老弟，小福宝浪说的，你别跟他计较啊。爷爷看到刘战愣住，还以为他生气了，连忙出声解释。没有，沈老哥，我刚才愣神是太震惊了。福宝说的对，只要有群众基础，他们有野心也翻不出大浪花。哈哈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生气了。福宝这招釜底抽薪真高，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好好走走亲民路线。困扰问题迎刃而解，刘战兴奋得满面通红，又拉着爷爷沈满仓喝起了酒。这顿家宴没有持续太久。随后我陪着爷爷奶奶回到家，二爷爷沈满屯竟然来了，
二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爷爷和福宝都想你了。我上来就一顿糖衣炮弹，逗得二爷爷哈哈大笑。哎呀呀呀，就咱福宝嘴甜，我这不是想着来说下咱大队养殖场的情况吗？接着二爷爷说了近况，养殖场有金柱银柱管理，都在按部就班的培育种猪，娘负责的食品厂等甜菜成熟，现在就是加工山楂水果罐头。哎呀，这一说又晚了，我得赶回大队去了。二爷爷，这20斤肉你拿回去，县城南边有片山林，爹没事去打的。我拿出悄悄准备的肉给了二爷爷，功劳又让给了我那憨爹。哎呀呀呀，这怎么行？你们在县城肉票也不多，这我可不能拿。见到二爷爷推辞，我连忙向爷爷使眼色。我说老二啊，你就拿着，孩子一片心意，三江是打猎高手，你是知道的。对呀，二爷爷，你快拿着，要不回去就没车了。哎，好我拿，福宝，你替我谢谢你爹。二爷爷终是开了窍，没有以前那么迂腐了，开心的拿着肉出了门。随后云龙又找到了我。福宝弟弟，楚家老爷子快不行了，他们想换100年人参救命，愿意出1对满绿翡翠手镯和1块羊脂玉。嗨，发达了！帝王绿的镯子，后世能卖上亿价格。羊脂白玉，那也是宝贝呀。100年野山参，我有云龙哥哥，你让他们把东西准备好，我随时可以把野山参拿来。好，我给他回话，然后找以前开当铺的刘老板过来长眼。我爷爷以前对他有大恩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行呀，你跟刘老板说，忙不会让他白帮，我会给他50块钱的物资。就看看东西真假，不用给这么多吧。云龙过惯了穷日子，听到看3件东西就给50块，被吓了一跳。不多呀，跟这3件东西比起来，50块钱物资不算什么，而且以后会要刘老板经常帮忙的。我明白了，回去就跟刘老板说，他的处境也很不好，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高兴坏了。我用100斤粮食换了一对极品帝王绿手镯，只因这年代大家没饭吃。这天我坐在院子躺椅上，哼着小曲悠哉摇晃着。沈弟弟，刘老板长过眼了，东西都没问题。快给我看看，这不是青岛，也不是雪花，这是真玻璃种帝王绿呀。沈弟弟，你是啥意思啊？青岛是地名，雪花是天气，跟手镯没关系吧？嘿嘿，这不重要。那刘老板他想要什么物资，我都可以满足。沈弟弟，他想换30块的粮食，再要20块钱的钱票，好给他媳妇看病。嗨，手下越有能力，老板就越省心。行，晚上8点，你带他去山洞拿。送走了云龙，我来到城南的山洞，从空间拿出粮食和钱票。回到家，奶奶就在门口等我。奶奶，我今天不出去了，就在家陪着您和爷爷。好，奶的金孙真乖，饿了吧？奶奶去做饭。奶奶，我帮您烧火。好，金孙孙烧火做的饭一定是最好吃的饭。不会厨艺的爷爷破天荒的也来了帮忙。老婆子，你先把粥熬上，我帮你摘菜洗菜。于是爷孙俩一个烧火，一个切菜，奶奶刘桂枝担任指导。不多会，晚饭就做好了。娘，您今晚做的饭不对啊，切的肉是大块，但好像没放盐。娘，这青菜切的也很好，长短不一，粗肉有致。爷爷顿时老脸一红。我说你俩吃饭都堵不住嘴是吧？这顿饭呀，是你们从没下厨的爹做的。奶奶还是忍不住笑，开口解释道：嗨，其实我觉得还挺香，大块肉吃得过瘾。对对对，这大米粥也好喝。二伯，大米粥是奶奶熬的，很好喝。哎，吃饭吧，真是一帮小白眼狼。难道我又说错了啥？吃完晚饭后，二伯主动要求收拾碗筷。爹娘，你们辛苦了，快去歇着喝茶吧。哼，算你有点良心。隔天我和爹早早在车站等着，因为娘或二伯娘带哥哥姐姐上来。娘，福宝好想你呀。哎，娘也想福宝，在县城住的习惯吗？有没有听爷爷奶奶的话？住的习惯，听爷爷奶奶的话了，就是想娘。媳妇走吧，咱回家再说话，爹和娘都等着急了。哎，好。福宝弟弟，今天晚上咱一起睡好不好？好呀，但好像床有点小。福宝弟弟，我刚才看了，后院西厢房里是起的大通铺，我们可以睡在那里。后院的西厢房以前应该是下人睡的地方，房间里砌着大通铺。行，那晚上我们就睡大通铺，我们兄弟睡在一起。就这样，一群男孩子住进了后院西厢房。第一次睡大通铺，感觉很新鲜，所有兄弟们都睡在一起。沈刚则讲起了地道战的剧情。第二天上午，大家都去上了班，娘在勤快的洗着衣服，我就乖乖的蹲在一旁。福宝，娘下午就回了，你在县城不要出去乱跑，知道了吗？娘，我会很乖的，等大改革开始后，我就跟爷爷奶奶回去。福宝，娘也会看报纸，现在形势已经很紧张了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会保证自己安全的。下午，娘他们回了红旗大队，热闹了一天的大宅子重新变得冷清起来。刘县长爷爷经过我的启发，这些天不停地深入基层，与工农阶级打成了一片。小姑父刘刚也忙碌了起来，严密监控着各方面的动向，要在乱起来之前做好准备。我也没有闲着，有了刘老板加入，换取古董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。毕竟云龙的年纪太小了，除了和云家关系好的几户，还有大多数人都在观望，不敢把私藏的黄金和古董拿出来。现在纷纷把藏品挖了出来，
拿给云龙换取自己需要的物资，黄金和古董换取的物资其实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，因为黑市就是趁火打劫，给出的价格低得可怜。云龙和刘掌柜越来越忙碌，我看着空间堆成山的黄金和古董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我不是对钱不感兴趣，原来只是不够多。只要有空间在手，不管是在哪里，我都有信心可以搅动风云。时间悄然流淌，转眼间到了5月，一场大风暴正式形成。大风暴爆发以后，云龙就突然的消失了。再次见他时，鼻青脸肿，浑身是伤。云龙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次大改革，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人都遭老罪了。那你要我帮你吗？吃的用的还够吗？吃喝都够的。最近你不要来找我，免得给你招来麻烦。等风声过，我去找你。云龙快速的说完之后，扛起大扫帚就行色匆匆的走开了。我心情有些沉重，但暂时也没好办法帮他解决目前的现状。回到家吃完饭，我拉着小姑父来到后院。小姑父，我今天到城南仓库去玩，看到好多人身上带着伤，是发生大规模打斗了吗？不是的，城南人口很复杂，当时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的人都住在那，现在对他们思想教育抓得紧，过程中可能存在暴力行为。明天我会派人过去，防止造成更大的乱子。希望云龙处境会好一些。外面虽然乌云笼罩，成分不好的人惨遭批斗，不过沈家却有了好消息，小姑沈娟怀上了小宝宝。哎呦，小娟啊，以后可得注意点了。娘，我老想吃有滋味的东西，不知道是男宝还是女宝呢？小姑低下头看向自己肚子，一脸的母性光辉。孙子孙女我都喜欢，按老沈家男女都平等。小娟，现在你工作吃得消吗？要不请长假吧，就在家里待着，我伺候你。妈，我上班吃得消，现在孩子才1个多月，我没那么娇气。你现在是2个人，如果吃不消了要赶紧说，千万不要硬扛着啊。谢谢妈，您就放心吧。小姑姑，福宝是不是要当哥哥了？是呀，小福宝，你要带着他一起玩，让他当你的小跟班。小姑摸了摸我的小脑袋，心里充满无限感激，因为当初是我提议给小姑买工作，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。接下来的气氛更加热烈，小姑被2家人重点关照，怀孕了吃什么好，什么绝对不能吃，大家事无巨细的交代着，听得小姑脑袋都大了。而云龙在不久后终于出现了。沈弟弟，我来了。他的心情明显非常好，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。云龙大哥，他们没再难为你了吗？叔叔同志干预了，也就没人敢为难我们了。就是开大会学习比以前多了，不过我们已经很满足了。云龙这一点特别好，再苦也不说苦。沈弟弟，大家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，想吐我找你再换一些。说着从怀里拿出了清单，每个人要换什么写得清清楚楚。这次的量不小啊，大家吃得完用得完吗？他们说好不容易有了你这条路，过了10几年苦日子，现在想开了，要对自己好点。好，那还是老规则，晚上8点去取货。我是5岁萌娃，拥有空间，利用空间粮食换了大量古董，不过因年龄小不敢拿出来用。新丰县大改革在我的建议下，刘县长爷爷力挽狂澜，大改革暴动及时被扑灭。小福宝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，这次多亏了你啊。刘爷爷，您客气了。福宝想回大队了，看看养殖场和食品厂的情况。行啊，我叫你小姑父送你，顺便代表我考察。咱红旗大队可是明星工厂，县里打算好好宣传下。嗨，通过这次暴动，刘爷爷算是彻底信任我了。好耶，谢谢刘爷爷。随后，小姑父刘刚开着小轿车回了红旗大队，直接就来到了食品加工厂。正在院子里忙活的工人们纷纷跟我打着招呼。很快，娘和二伯娘就走了过来。福宝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娘，以后我哪也不去，就在家里陪着娘。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一住就是半年多，留下你娘在家里，提起你就抹眼泪。二伯娘说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彪悍风格，对着我笑骂起来。二伯娘教训的是福宝的错。二嫂，你别骂福宝，福宝去县城是有正事要做，福宝比我更辛苦。哎呀呀呀，你们母子情深，我是照镜子的猪八戒，好人难当呀。二伯娘插科打诨，瞬间让娘破涕为笑。好啦好啦，二叔和小妹夫还在呢，你们等回家了再清香吧。娘有些不好意思，顿时从激动的情绪走了出来。小妹夫，麻烦送福宝回来了。三嫂，您说这么客气的话，跟骂我差不多。小姑父刘刚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三嫂，我这次来还带着任务呢，要替县里了解食品加工厂的情况。现在山楂还没成熟，甜菜应该早都下季了，工人们依然这么忙碌，现在主要是做什么呢？小妹夫，你跟我们去车间里转一圈就知道了。随后大家进入车间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车间里放着一层一层的架子，架子上摆满了山野菜和野山菌。嫂子，这温度怎么这么高啊？小妹夫，四周都是火墙，工人们不停地在烧火呢。外面天气也挺热，为什么不自然晒干啊？还能节省不少成本。刚开始也试过自然晒干，但夏天雨水太勤，如果没晒干下雨的话，这些山野菜就会发霉呢。面对这些专业问题，娘侃侃而谈。我此时感觉娘身上都发着光，而且这次制作山珍完全是娘自己的想法。娘，这里太热了，咱回家再说吧。那好，是娘忘了你们不习惯，
走，咱回家说。接着小姑父继续开着车往家的方向开去，路过村口情报交流中心时，正闲聊的社员看见气派的小汽车，顿时都露出了羡慕的眼神，因为80年代农村根本买不起。哎，看到没？刚才的小汽车，开车的是老沈家的小女婿。看到了，老沈家的闺女嫁得好啊，连小汽车都开上了。娘，现在咱大队食品厂年年有分红，咱家也攒钱买一辆。对对对，二全兄弟，我也有这想法，结婚时开着小汽车多洋气啊！嫂子，你怎么会有这想法的？还有销路问题呢。以前食品加工厂没有甜菜和山楂只能停掉，蘑菇晒干可以储存很久，到冬天缺少蔬菜的时候，就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。对呀，娘，小鸡炖蘑菇那个香，想想就要流口水了。你个小馋猫，南晚上就给你做。至于销路问题，三江向食品局打了申请，是食品局决定收购。小姑父听得连连点头，感叹道：“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脑子灵活，勇于尝试。”三嫂，我终于知道福宝为什么这么妖孽了，这是随你啊。小姑父，福宝当然随娘了。对对对，小姑父就佩服你娘。接着二爷爷过来了，大院子里更加的热闹起来，大人们都在相互聊天。娘和妯娌几个在厨房做饭，我溜到了村小学的广场，来接哥哥姐姐放学。姐姐，我来接你们放学，咱们家中午要大聚餐。刚哥和胡子哥呢？怎么还没有出来？你刚哥留在教室了，老师在批评他呢。福宝弟弟，刚哥把大豆虫放到马彩凤书包里，把马彩凤吓哭了，所以才被老师留在教室里。胡子哥在那等他呢。我听了不由哑然失笑，男生大多数做过这种事情，并不是要欺负女同学，而且懵懂的情绪表达。不多会，沈刚垂头丧气出来，身后跟着幸灾乐祸的胡子。福宝弟弟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哥哥，我刚回来呢。福宝弟弟，你说我怎么做才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呢？沈刚知道我的厉害，立马虚心求教起来。你可以帮人家削铅笔，帮忙一起值日，可以送他小零食，就是不能对人家做恶作剧。我马上开启了在线教学。不行的，这样其他男同学会笑话我的。他们懂啥？你按我说的去做，绝对会有效果。刚哥，你才多大就开始想媳妇了？我回去要对二伯娘说。姐姐一脸正义凛然地说道。好妹妹，你千万别对我娘说呀，你的值日刚哥给包了。沈刚立马求饶。还有小花姐的值日，你全都包了，我们才能够替你保守秘密。行，全包就全包了。那你们要在马彩凤面前多说我的好话。我一脸震惊地看着沈刚，嗨，看不出哥哥是个腹黑的主。不过我不打算纠正什么，11、12岁情窦初开的年纪，等过几年再大一些，自然会忘记这份懵懂。哥哥姐姐，回家吧，家里做了大餐等着咱呢。真的，有肉吃不早说，咱快点走吧。提到好吃的，沈刚很快把白月光抛脑后，嗷嗷的就往家开跑。太倒霉了，竟然穿越到了别人肚子里，成了尚未出生的宝宝。还是吃不饱的80年代，每家都是野菜就啄窝窝头，一根红薯都要掰开省着吃。想吃肉那是相当困难。虽然老妈饿得面黄肌瘦，但是我在里面感觉好舒服，周围都是温暖的泉水。我在温泉里游来游去，小短腿一下踢到了袋子上，袋子外边传来一声惊呼。正在厨房端饭菜的萧隐用手摸了摸肚子，展颜一笑，小淘气又踢妈妈。此时一大家子围坐在餐桌旁，等着老太太刘桂枝分饭。大人一碗浓稠一点的野菜粥，一个野菜窝窝头，中间一碟咸菜，一盆凉拌野菜。他爹，刚才娃又踢我了。切，这有什么好稀奇的？说不定又是一个丫头。二嫂因为生了儿子，对我妈说话越发的刻薄，处处显示自己的优越感。不管是姑娘还是儿子，都是我沈三江的孩子，我会管他们，不用二嫂操心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今年大汉庄稼减产，弟妹这个时候怀孕，我怕孩子不好养活。孩子来都是缘分，生活困难还不生孩子了。老二家的别阴阳怪气，要是不饿就出去。老二，管好你屋里的。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，再瞎叨叨你就回娘家去。我们老沈家装不下你。当家的我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吧。吃完饭天也快黑了，大家都回了各自的屋里。媳妇你别多想，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，我一样喜欢疼他们。我想生个男娃，免得出门别人指指点点，连妯娌也冷嘲热讽。媳妇别哭了，你都7个月了，注意身体，娃娃生下才壮实。我在肚子里听着父母对话，一阵困意突然袭来，我迷糊中就睡了过去，梦境中又回到了前世的我。哦，大哥，这块砚台多少钱？小兄弟识货，我这摊位上就这砚台最值钱，是唐伯虎用过的。停！大哥，50块你卖不卖？小兄弟别开玩笑，我80块斤的，最低100块，我够本买包烟。行吧，不过旁边那个戒指要搭给我。好，小兄弟，给你了。我回家后坐在沙发上，拿着戒指仔细把玩，只是觉得造型有点特别，突然就一阵困意袭来，我控制不住的睡了过去。
梦境中都是面黄肌瘦的人，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难以下咽的粗粮。转瞬自己又到了一个空间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啥也没有。这难道是个储物空间吗？醒来后，我判断做梦跟戒指必然有关联，说不定哪天自己就会穿越到80年代。看来要早做准备，不然到了那边没吃没喝吃早饿死。想到就做，我找到董事长，辞去了总经理职务，出售了手里公司1%的股份，套现了1亿后离场，然后把房子也挂出去卖掉，着急出手只卖了100万，随后便来到批发市场，开始疯狂扫货，面粉10万斤，大米10万斤，食用油1万桶，各种调料若干，猪肉1万斤，牛肉1万斤，羊肉1万斤，杀好的鸡鸭鹅各来1万只。又来到海鲜市场，因为空间不能装活物，买了1万斤冷冻的大虾，1万斤扇贝肉，1万斤干鲍鱼，1万斤干海参，各种床上用品、零食小吃、牛奶、奶粉，各种家用电器，又买了几辆电动车放到空间里。能买的都买齐了，还有8000万现金，就到银行换成了金条吧。金条在任何年代应该都是硬通货。就这样又过了1个星期，这几天我做的梦越发清晰。在牛家村有一户姓沈的人家，而我好像在泡温泉，感觉周围非常温暖，很想一直睡在里面。看把你能耐的，老三家的哪对不住你了？老三没儿子谁都知道，你咋还能往人家心里插刀子呢？他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嘴没个把门的，我下次不会了。我们老沈家祖辈都团结，以后不会说话就少说，睡吧，明天还要起早离地呢。知道了，他爹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转眼间到了81年8月，这2个月我老实待里面，不敢乱动，万一把脐带扯断就完大了，我可不想没出生就夭折。转眼间我在里面9个月了。娘，我肚子疼，可能是要生了。老三家的，你别慌，快进屋去躺着。三江，你快去请稳婆。老二家的，你去请李大夫有备无患。老大家的去烧水。老头子，你跟大队长说下，今天我们家就不去上工了。随后众人分头跑了出去。此刻的我正在努力往外走，不多会，外头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应该是接生的稳婆到了。很快，随着眼前一黑，紧接着一阵刺眼的白光传来，我明白这是我出生了，于是我张嘴就笑了起来。老嫂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老婆子我接生了20多年，从没见过生下就会笑的娃娃。俺这是小孙孙是个福宝呢，老三家的是个有福的。大妹子，你出了门可千万别乱说。老嫂子你放心，我不会乱说的。你家的福宝是我接生的，说不定我以后也会有福报。对，大妹子说的对，你也会有福报的。媳妇你辛苦了，谢谢你帮我生了个带把的。我好奇地打量着我爹，一个糙汉子竟然哭了，随即便被抱了起来。臭小子，你可把你娘折腾得不轻，以后不听你娘的话，看老子怎么揍你！我当即就想回怼过去，不过当我张嘴的却是变成了我张口大哭，惹得众人一阵大笑。我重生到80年代，刚生下来全家就没饭吃。小娟啊，你去做饭吧。娘，咱家断粮了，离秋收分新粮还得1个月。奶奶，山里的野菜也挖不到了，昨天胡子铁蛋为了1颗野菜都打起来了。他爹，你去问大队里能不能借粮，新粮下来咱们就还上。昨天我就问过了，大队粮仓早都空了。一时间老沈家愁云惨淡，众人都唉声叹气，毫无办法。刚出生就想饿死我，这也太狠了。老三家的孩子哭了。妈，我也刚进来，这些东西就突然出现的。老三家的，你生的娃娃是仙童吧？这是神仙送来的口粮啊。娘，这会不会是隔壁王叔送的？我说老爹，你自信点，我可不想姓王啊。别瞎说，就是我的金孙孙送的，出生就自带口粮，金孙孙救了咱们一家子的命啊。哈哈哈，正好找不到理由，我就是善财童子。老三家的，现在全公社都闹饥荒，你们出外可别乱说啊。逢人问就说你爹在镇上偷换的。哎，我们记下了。这些吃食本来是你爹以备不时之需存的，但是不能饿着我的金孙。今天就做大米粥，贴白面饼子，再做个鸡蛋酱。娘啊，还是你和爹看得长远，早就有准备了。行了，别贫嘴了，赶紧生火做饭，别饿着金孙他娘。知道了，娘，我们这就做。想想上次吃细粮时过年，还是掺了玉米面的2盒馒头。娘，细粮好吃是好吃，可是贵啊，换成粗粮我们能吃好久呢。你以为老娘不心疼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神仙送啥咱们吃啥，咱们的脸可没那么大。镇上也缺粮，不是咱们想换什么就换什么，懂吗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大姑姐沈雪嫁到了县里，有工资是不错，但供销社限量供应，拿着钱和票也买不到吃的。是啊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招娣你照顾好弟媳就行。晓得了，他爹。老婆子，家里的白米白面到底哪来的？老三家怀的是个福宝，说不定是菩萨座下的童子呢。那不是你胡说的吗？跟粮食有啥关系？我可不是胡说，那些粮食和鸡蛋就是神仙给福宝的口粮。啥？
死老头子，你小点声，现在是荒年，人恶狠了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懂，跟孩子们也不能说，老二家的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他知道了，全大队就都知道了。让老三去亲家那报喜，我在家里照顾金森森。知道了，老婆子，早点歇着吧。第二天早上，全家吃完白米粥和面饼子，就各自散去忙活了。三江啊，等下装点白面和鸡蛋，去你丈母娘家报喜。娘，不用准备了，你的金孙孙又拿东西出来了，10斤白米，10斤白面，5斤五花肉，他还对我笑了笑呢。我拿过去3斤，放2斤家里吃吧。多弥陀佛，金孙孙真是仙童啊！你快去快回，咱们中午吃肉。奶奶啊，仙童算什么？等我长大，保管你们要啥有啥。我妈的娘家就在隔壁胜利大队，我爹扛着袋子和